出席不待入，形容无常迅速之用语。出席指呼气，入指吸气。盖生死无常，呼气之际犹不能保证是否可安然致吸气。指官府行传弘决卷7之3引大制度论位大46 374上有一比丘言：出席不保入席。佛言：是名精进，善修无常。往生要集卷上大84 43中经言出席不待入席，入席不待出席。参阅出入席1551 P 1560。出席不设众缘，禅林用语。出席指呼出气息，呼气。呼气本是向外之动作，然谓不设众缘，则应纵使向外呼气，然亦不迷于外在对境之事物，亦未身处千姿万态之现象世界中，然任运自在，不为所动。从容录第3则大48 229上，王问曰：何不看经？祖云：贫道入席不拘因界，出席不设众缘，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 P 1560。出格见解，禅林用语。格指一定之标准。出格又作越格，为超出标准，乃超群之意。故禅林每为超越一般凡常之见解谓出格见解。又出格玄谈，则指超越凡俗观点的深奥道理及佛法之宗旨。若形容诸佛祖师等了达悟境者之言谈，则称出格词。P 1561。出班烧香，又作出班上香。禅宗寺院于供养诸佛或祖师之大法会中，依准出班之仪式，行至诸佛祖师之图像前上香，用表虔诚礼敬之意。出班即出于两班之行列，通常上香之后即合掌归位。P 1561。出草，禅林用语。为入草、落草之对称。草，比喻世间俗众，超出世俗，称为出草。宣说超出世俗之宗旨奥义，或提示佛法第一义，即称为出草谈。云门禅师语录卷中大47 554上师一日云：古来老宿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随与时人。若是出草之谈，即不与魔。禅林又有出草入草一语，即向上把住之玄谈，称为出草，乃属佛法之究竟义；向下放行之接化方法，称为入草，乃属佛法之方便法。碧岩录第34则
P 1561。出院，出，并出之意，指犯过而被并逐出寺院。禅院清规卷1附查汤条 P 1561。出正，禅僧出众问话，又作出众。禅门中于问答论一时，若未问答出于众中，称为出正；反之，称为入正或入众。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大4764下1日，7人心道，师问正是纪元，作家战将何不出正与杨岐相见？禅林象气间第12类参请门 P 1561。出假行，于空、假、中3种观法中，菩萨从空观出而入于假观，称为出假行。菩萨之修行，虽以正知空理，然不仅止于空理，而由空理再度于现象界起假观，一一了别差别之相，以化益众生。与从空出假观亦与同义。参阅三地684，三观706 P 1561出生功德经，请参阅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出现，为诸佛菩萨为教化众生之故，是现化身而出于世间。法华经方便品大9 7上，诸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P 1561出期，即出离生死苦海之期限。无量寿经卷下大12 275上，数千亿劫无有出期，痛不可言。四分律山梵补阙行事超卷上3大40 26上，行者破戒之人，功德无量，远有出期。不受戒者，随流苦海，永无解脱。P 1561。出无门入无户，禅林用语。门户为出入建筑物必经之途，故以世间常识衡量之，无有出入宅舍而不假门户者。禅宗特别强调任运自如，了魔挂碍之精神，故以出无门入无户一词，一则表达自由自在之境地，再则打破非即门户无从出入之常识执着。P 1562。
出无量门持经全译卷。南朝刘宋求那跋陀罗394、468译。又作阿难陀诃离陀经、阿难陀目瞿尼诃离陀经，收于大正藏第19册。本经旨在揭示菩萨行之要义，内容叙述佛陀居于为舍离、毗舍离、国大离树间之时，对舍利弗等宣说：菩萨若欲得无边门总持，须具备4种预备行，并依4种清净住以清净身心，正得身智。此外又宣说阿弥陀佛亦是受持陀罗尼，使能成就功德。本经之同本义亦有8种，即1. 无量门为密持经，三国时代之迁译。2. 出生无量门持经，东晋佛陀跋陀罗译。3. 舍利弗陀罗尼经，南朝梁代僧伽婆罗译。4. 阿难陀目瞿尼诃离陀林尼经，北魏佛陀善多译。5. 一向出生菩萨经，隋代舍那觉多等译。6. 无边门陀罗尼经，唐代不空译。7. 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唐代智言译。8. 无量门破摩陀罗尼经，宋代功德直集玄畅合译。P 1562。出队又作出乡，指住持离大众之队，出发向远方有缘之地劝募财粮，以及托。住持出队归寺后之上堂说法，或出队之际所行之上堂说法，皆称为出队上堂。禅林象器间第14类杂行门 P 1562。出队迦提，出队出众队之意。迦提为梵语 Kartika 之音译，乃印度历第8月之名，相当于夏安居结束时之月份。大宋僧史略卷上载，于夏安居终了时，僧众持花、执扇、吹贝、鸣铙而行于道，称为出队迦提。P 1562。出向大悲忏法，请参阅大悲忏法。
出尘，出离尘俗，即出离烦恼之尘垢，引申为出家之意。同义之语有远尘、离尘、出俗、离俗等。又如愿遂出尘、意欲出尘、有出尘之志等语，皆表志在出家之意。与绝风尘、厌尘网、厌俗类、顿尘环等词均有离俗尘而出家入道之意。续高僧传卷2，宋高僧传卷5，理宗传 P 1562。出慧能令人出离世间生死之妙慧。佛的经论卷2大26、299上的能出离生死妙慧，故名出慧 P 1562。出要经凡30卷或20卷。尊者法救梵 Dharmadutta 造姚秦竺佛念译。书成于东晋永和6年至义熙13年350、417之际，又称出要论，收于大正藏第4册。系由佛教教训事记诵及其注释之故事合集而成，凡34品。出要就名譬喻，梵 Avadana 音译阿波陀那及12部经之第6，只为助于理解教理，以譬喻或寓言说明之部分。全经透过譬喻来解说人生无常，以修行戒定慧积极善根而达到解脱之道理，内容与法句经相近。出要经卷6大4、643下，所谓出要者，从无常本经之第1品至梵志本经之最后品，采众经之要藏，演说布现，以训将来，故名出要。出三藏记集卷2，开元释教录卷4 P 1562。出要论，请参阅出要经。出离，梵语 Nikromaya， 巴利语 Nekama， 超出脱离之意，即离迷界，出生死轮回之苦，而成办佛道，以达于解脱之境，亦即出离三界之牢狱，了脱惑业之系缚，故一般有出离三界、出离生死、出离得道之惯用语。又华严五教章卷3载，声闻修道之人有见出离与顿出离之别。华严经卷5大10、2下，调伏众生，令就近出离。人王经卷上大8、837中，天人具修出离行，能习一切菩萨道。长阿含卷1大本经大1、9上，赞叹出离位最为妙清净第一。又据瑜伽师的论卷70载，出离有2种，即1出离三恶趣而去向人天之善趣，2出离生死轮回而去向三菩提。此外，
巴利佛教有所谓十波罗蜜之说，其中之第六即出离波罗蜜 （Paramakkuma Pyramid）。瑜伽师的论卷83，显扬圣教论卷5，俱舍论卷10 ，P 1563。出离生死，为出离三界生死轮回之境而成办佛道。语转迷开悟，一词为同义语。参阅出离1563 P 1563。出离一为单是一之对称，即指与善心相应之喜受、忧受、舍受三者，以此三者为出离三界正的涅槃之所依，故称出离一。又此三者于六尘之境不生爱者，心湛然安住，故以之为出离生死之所依。此外，若就其所对之六尘而言，称为六出离一；若以心恒住妙清净受舍而言，则称六恒住六常行。又以此为有漏法，特称为意境行。六出离一与所对治之六单是一，各有18意境行，合为36诗句，36受。若更于三世，则有180受。中阿含卷42，六处经，俱舍论卷3、卷10，大毗婆沙论卷139及异门族论卷15 ，P 1563。出体，解释经典方法之一，即提出诸法之体，乃为建立某种主张而使其主要内容清楚明确之方法。体，体质或体性之意，即解释经典时提出应解释之问题之主体和释名，便相等同为经典解释法之一种形式。对此，法相宗有四重出体、四出体之说，乃对所有存在诸法之本体立四种规范。据成为实论述记卷一本之说，即一设相归性体，例如将一切之存在悉以真如为其本体，即将现象界之相设归于本质之性，来彰显其体。二设境从实体，又作设于归实体，设境从心体。如将存在于外界而可被认识者，视之为实所变现，即以实为本体，设外境归于心实，以彰显其体。三设假随实体，例如瓶乃土与水之假合而形成者，故将假归入于实，以彰显其体。四信用别论体，又称假实别论体。例如一切之存在各有其本体，故个别的显示其体。然成为实论了一灯卷一本，则另举一说，有5门、8门、6门出体之说。又大乘法院一灵章卷一本，除上记4重出体外，另举出真如、无相、唯识、因缘等4重之说，
对前所揭示之法相四重而言，此四众称为关门四重。另外华严宗亦有四门出体，大致与法相宗之四重说相同，出自《起信论义记》卷上。参阅四重出体1738 P 1563。勘定记，请参阅续华严经略书勘定记或华严经勘定记。功指修行，禅林有功之初后一语，意指修行之过程。指修行之内容或修行之体验，指修行之效果，相当于功夫一词。于禅宗称纯依精进修行之坐禅功夫为功夫坐禅、功夫参究、功夫办道或办道功夫。曹洞宗之祖洞山良价所立功勋五位之第三位，意指修行之功果功勋。参阅洞山五位3869功德之略称，利益或功能福德之意。参阅功德1566 P 1564。功用的指出的至七的之菩萨阶位，于菩萨各种修行阶段中，初的以上至第七的之菩萨，虽以正的真如，犹须加行用功，故称功用的；而八的以上之菩萨，无需再及加功用行，自然功德增进，则称无功用地。成为实论卷9大3153中，八的以上纯无漏道，任运其故，三界烦恼永不现行。P 1564。功位超绝，禅林用语。功位指修行阶段的初心、后心等之位别。超绝，灭绝之意。为修行功夫进入究极之境地，即无初心、后心等阶位之差别。P 1564。功能梵语 Samartha， 指功用能力，即产生有为法之果的功用势力。意语功用略同。
为功用限于现在、未来，功能则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有时将功用或作用认为是直接之力量，而将功能视为间接之力量。依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卷14载，为因而能引摄自果之利用，称为作用；为缘而能摄住异类之势力，称为功能。于今不及为时，种子生果的利用，称为功能。对此，有不知主张虽大致相同，然大毗婆沙论等无种子之说，故不就此而论述其功能与功用。又因种子有生果之功能，故功能亦为种子之一称。为时演密卷2大43836上能生果法，名为功能。中略功能即是种子一名。P 1564。公曹原为汉代之官职名称，司掌书史等务，隶属郡吏。北齐之后设立公曹参军，为防止社会枉非之职官，相当于今日之警察首脑。于佛教中，转指起诸烦恼之根本无明心。42章经大17723中，佛谓之曰：若断因不如断心，心谓公曹；若止公曹，从者都习。邪心不止，断因何益？P 1565。功过格，逐日登记自己所行之善恶事，借以考察功过之表格或书籍，称为功过格。即将人类行为之功过善恶予以分类，并明定善恶之点数，依此作为判定行为之标准，并作为权衡鬼神降与福祸之依准，乃属劝人行善之书。此种集善恶之多寡而决定鬼神降福祸之思想，最早见于东晋葛洪所作《抱朴子》一书，为道教之根本思想。近世承继此思想者很多，即以具体现实之善恶行为，详细计算点数，阐说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此系功过格之特质。具体制定功过格之条目与内容之做法，最古者当推经大定11年1171，道士晋明道所作之太微仙君功过格，立有功格36条，过律39条，规定治人疾病、救人性命、传授经教、为人祈禳、劝人为善等，皆予记功；反之行不仁、不善、不义、不轨等事，则记过，逐日记录，1月1小笔，1年1大笔。善多者得福，过多者得救。据清代时陈经之《传家宝》记载，宋代之范仲淹、苏洵等人亦皆作有功过格，名闻一时。然至明万历32年1604，云七朱弘者自之录，云谷禅师受功过格之后，使普及一般民众。P 1565。
公加格拉斯1230、1303，西藏民康 DGA Grex， 梵名 Nanda Yoe， 译作普喜铭文，又名胆巴、藏登巴，意义为妙。元代僧，西藏突干斯旦麻人，幼孤，为继父所养。出仕法王上师，习得经科、咒释、坛法、名方等。后至西天竺，就古达麻势力学梵典，尽得其传。元代中统年间，以国师八思巴之见，入居五台山寿宁寺。至元7年1270，受诏住仁王寺。9年，居留中都，为王公受戒。18年，得老子画胡经及81画图，师奏其望诞，并集合教界人士与道教之流辩证于长春宫。及香歌祭帝师位，豪横自肆，师责之，香歌犹无悔意，师遂归居故里6年。其后还驻中都圣安寺，复与世僧袭监藏至潮州，期止于开元寺。师以为潮州乃大颠与韩愈论道之处，遂复兴城南静乐寺故基，创建殿宇。未久，香歌伏诛，诏还入京，第一师之奏请，赐潮州寺田20顷及宝鸡之额。又元世祖有疾，召入内殿，见观音狮子吼道场。次年，世祖崩，成宗建作，师奏除僧道赋税。元贞元年1295，奉诏驻大护国仁王寺。曾于高梁河西北瓮山寺见曼拿罗奇摩诃格拉神加持战节，颇有灵验，成宗师功甚丰陕。大德7年5月逝纪，享年74，僧腊62。荼毗于上都庆安寺，葬于仁王寺庆安塔。皇庆2年1313，谥号大觉普为广照无上胆巴帝师，又号金刚上师。佛祖历代通载卷22，叙事事迹古略卷1，神僧卷9，P 1565，功德梵语各位。因译作具囊、语囊、求纳，意指功能福德，亦为行善所获之果报。景德传灯录卷3有如下记载：梁武帝问于菩提达摩，大武1、219上，正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计，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盖此仅为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虽有非实。所谓真功德，乃尽至妙缘，体自空寂，不求于世。往生论著卷上亦详论虚伪、真实之2种功德。大乘一章卷9，大44、649下，言功德，功为功能，善有滋润福利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为功德。圣满宝窟卷上本大3711中2敬曰功，善满称德。又德者，的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又功德之深广誉为海，称功德海。梵 Gue Asgara， 其贵重如宝而为功德宝。梵 Gue Ratna， 其他上有功德藏、功德具、功德庄严、功德林等多种名称。维摩译记卷1慧远，仁王般若经书卷上1，集藏、参阅、立译2809 ，P 1566。
功德主指施主，即供养佛法僧三宝之施主。谭阅虚堂和尚语录卷一，参阅施主3828 P 1566。功德田即佛法僧三宝。三宝具有无上功德，能成就众生，使生一切功德，又众生供养之，则生无量福报，故称功德田。无量易经大九384中，不善种子变功德田，普令一切发菩提蒙。俱舍论卷15大2982中，功德田者，为佛法僧三藏法术卷11解释功德福田。为若能恭敬供养佛法僧三宝，非但成就无量功德，亦能获其福报，故称功德福田。优婆塞戒经卷3，梵网经菩萨戒本书卷4 P 1566。功德池指极乐世界中营住八功德水之池。据无量寿经卷上载，弥陀净土内有八功德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八功德水即具有8种殊胜功德之水，其所具之8种功德为沉静、清冷、甘美、清软、润泽、安和、除饥渴、常养诸根。无量寿经卷上大1227以上，内外左右有诸浴池，或10由旬，或20、30，乃至100千由旬，纵横深浅，各皆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参阅八功德水279 P 1567。功德使为管理天下僧尼、道士、女官之官职名称。自唐至元各代情形如次：一、唐代之功德使，据《新唐书》卷48百官至宗正4重玄属条所载。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属鸿胪寺。贞元4年788，罢重玄馆，大学士，后复至左右皆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管僧尼之籍。元和2年807，以道士、女官隶属左右皆功德使。会昌2年842，以僧尼隶属主客太清宫，至玄元馆，亦有学士。至会昌6年废除，僧尼复隶属2阶功德使。据此，得知统辖僧尼机构之变迁，
以及功德史之种种类别。2、五代功德史，后梁时，僧尼、道士女官归属祠部管辖。后唐制度不明。后晋有杨光远任天下功德史。广顺3年953，后周世宗位及帝位时，被封为晋王，任开封引监功德使。3、宋代功德史，依大宋僧史略卷中之记载可知，管辖佛道二教，属于功德史与祠部。宋代功德史无宦官，由开封引领功德史，令左右皆僧录司分掌事务。元丰年间改制，僧道由开封府移交鸿胪寺管辖，而废除功德史。4、元代功德史，世祖至元17年1280，设置功德史司，管理国家修功德之事业。其后间有中断，但大约文宗时代仍存续之。资治通鉴卷237、卷240，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五代史卷114世宗记，元史卷11、卷26，唐中期以来长安功德史，种本善隆，东方学报京都寺，宋代佛教诸制度，高雄一间，中国佛教史论 P 1567。功德直，梵名 Gunnaparman， 音译作求那跋摩，刘宋时之译经家，西域人。刘宋孝武帝大明6年462，由荆州御址禅房寺，时因沙门玄畅之请，乃译出菩萨念佛三昧经6卷，无量门破摩陀罗尼经1卷，译词婉密。后游成都，栖止于大石寺及阿育王塔，遂首作金刚密等16神像。又居荆州数年，后不知所终。出三藏记集卷2，开元释教录卷5，真元释教录卷8，翻译名义集卷1 P 1567。功德品，指经中叙述功德之篇章。例如法华经有分别功德品、随喜功德品、法师功德品等3品。60华严有出发心菩萨功德品、佛小香光明功德品等2品。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有如来无过功德品、信功德品等2品。P 1568。功德院流，又称功德流，日本台密13流之一。快雅为其开祖。快雅本为三昧流之祖良佑之第4代法孙，后自创立功德院流一派，以今比瑞山东塔西谷之功德院为旧址。然其所传教法内容，今已不详。密门杂抄 P 1568。功德汤，指浴佛所用之汤水。佛祖统计卷33，举有浴佛记大49 318中，
我今灌木诸如来，尽至庄严功德具，五浊众生令离垢，愿证如来净法身。世事要览卷上 P 1568。功德无量，功德功能福德之意，意指行善所获之果报。大乘一章卷9大44、649下，功谓功能，善有滋润福利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为功德。俗谓功德无量，系引用佛教中功德二字，用以表示一个人之立功行善，与人诸多恩惠德泽。P 1568。功德圆满，佛家做佛事，又称作功德。一场佛事完毕，即称功德圆满。今一般口头常用之功德圆满一语，系套用佛家语而转申其意，指一个人之功业与德行周全无缺，或指事情圆满结束。P 1568。功德由，指法事之乐，即于法事后唱诵梵呗、朗咏诗歌等之乐。盖法事本即具有殊胜之功德，而法事后之歌咏唱赞更与人无比愉悦之感，犹如畅游妙乐灵苑，故称功德游。P 1568。功德具，功德积聚之意。佛之德称，诸佛系由因为永劫之修行，积聚无量功德而证得之果报，故有此美称。涅盘经卷32大12559下，如来无量功德具，我今不能广宣说，或专指阿弥陀佛。赞阿弥陀佛记大47421下，斯等宝林功德具，一心合掌头面礼，即意为阿弥陀佛系由48本愿之功德积聚所证。塔之得名，为诸佛一切功德具在其中。信灵集卷9载，塔又称功德具，状又称与愿印。盖功德具者，即为毗卢遮那万德之所集成；与愿印者，则宝生地藏之三昧身。
状为地藏菩萨之三昧耶行，以有如意宝珠之功德，故又称为功德具。大日经所说九句中之第六句，参阅九句对问132 P 1568。功德坟寺为以示王侯贵族做功德而建之寺院，称为功德院；为守护坟墓而建之寺院，则称坟寺。于日本亦有类此之寺寺。功德院之兴始于唐代，宋时极为盛行。如岳飞之功德院称为褒忠眼福禅寺，史弥远之坟寺称为教中报国寺。功德坟寺之地位仅次于灵寺。宋代每颁敕额赐予此类王侯贵族之私寺，不但免其租税，更赐予任命僧尼及班衣、赐号之权利。后来，此类寺院成为王侯贵族私有财产之保障，产生甚多流弊。宋徽宗大观3年（1109），朝廷本拟改贵族私寺为官寺，然因贵族阶级间之相互勾结而作罢。佛祖统计卷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卷189，宋史卷199张洞传 P 1568。功德丛林指禅法，盖因禅法能生起智慧、神通、四无量等功德，故有此称。宋高僧传卷12庆珠传，大武陵、780下，南方谓之丛林者，翻禅那谓功德丛林也。P 1569。功德断，密教以烦恼本无而直下观达尽菩提心之功德，称为功德断。系显教过患断之对称。显教以断除烦恼过患为证佛果之说，属遮情之断。密教则谈烦恼及菩提，为烦恼之当体乃佛果之功德相，若弃舍则无烦恼。此为理无之断惑，故是摩诃衍论卷3大32615中，清净本觉，从本以来，不生不灭，非见利有，非诽谤无，或非过患，或非功德。言语道觉，心行处灭。是摩诃衍论书卷上末，是摩诃衍论开解抄卷11卷21 P 1569。
功德藏，积聚贮存诸善功德之宝藏，即佛之美称。佛成就所有功德，故誉为藏。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下奉持品大842下满功德藏，住如来位。又无量寿经卷下大12272下具足功德藏，妙至无等伦。于日本净土真宗专指阿弥陀佛或阿弥陀佛之名号。又相对于阿弥陀佛第18愿之念佛称为福智藏，第19愿之定散诸行称为福德藏，而第20愿之念佛特别称为功德藏。大乘起信论教行信正化身图卷青鸾 P 1569。功慧力指功德与智慧之利用。无量寿经卷上大12269中，愿我功慧力等此最圣尊，尽引四慧远之无量寿经一书卷下视之为功者为福之因，慧者为智之因。亦即愿以此福智之力，而等同于佛如来最圣之尊。P 1569。功勋指修行之功果阶段，亦为对未达圆融见解之贬称。抚州曹山元正禅师语录大47532上便不得，恐后人收落功勋，将为向上世。曹洞宗之祖洞山良价将修行之阶段分为相、奉、功、共功、公功等5位，称为功勋5位。此外，禅林有功勋中间代一语，即指于佛道修行阶段中，虽以了达平等之理，亦不再执着于各种阶段与义理之分别，但整体而言，尤偏重于理之一方，故对事理圆融之间代而言，此一阶段仍属尚未就近透脱之修行阶段。参阅洞山5位3869 P 1569。家师梵语 Ka， 又作家思、家奢、家师。要物名，亦作光。玄印音译卷3家师，亦作家师。此亦云光，言有光泽也。同书卷10家思，此云光，能发光，要明也。又据5分律卷25载，家师草可作为敷具、作具。大唐西域记卷1则载，以家奢草编结之，可作为佛所用之扫。P 1570。加句指真言咒上下所增加之语句，随修法之种类，所加之句各有不同。例如修习斋法时所诵之真言，最初加俺、
最末加沙呵 svh 或入善底加 mtk 之句修条幅法时以 h 为始，最终加 h 发扎法。大日经卷2句原品大189下等正觉真言言明成立项。中略有增加法句，本名行相应。大日经书卷7，不思议书卷下 P 1570。加行梵语 prayoga 就义方便及加功用行之意，乃针对正行之预备行。据成为实论卷9大乘法院义林章卷2末之说，接近见道的四善根之谓，特称加行，然亦广通资粮位。于家师的论卷31之白品与黑品中，各举出相应、串习、无道、不缓、应时、解了、无厌足、不舍恶、正等9种加行之法，即为其意。加行又指密教接受灌顶、受戒、宗脉相承等仪式之前所需欲修之特定行法，有所谓4度加行，即指正式授予传法灌顶、正行之前所传授之18道、金刚戒、胎藏戒、护摩等4法，为密教行者修行之第一阶段，迄今有颇受重视。其中依次有加行、正行之分别。所谓加行的，即以种种功力修行而正的者，乃相对于先天即能见道之身的而言，由此所起之善，称为加行善。又加行道，即指修行者达到涅槃4道中之第1道，亦即修戒、定、慧之阶位。据舍论卷25、显扬圣教论卷18、大乘法相名目卷5下 P 1570。加行大士指大乘加行位之菩萨，日本则称是亲位加行大士。参阅加行位1570 P 1570。加行位指加功力进修之位，位为十宗所立5位之第2位。又作加行道、方便道，即在资粮位之第10回向之中，为助于真为实性及制服能取所取之分别，引发对为实之真见，修习4寻思、4如实智所产生之宣、顶、忍、是第1法等4善根之位，乃入于见道，正通达于真理之方便加行。成为实论卷9大31、48中49上加行位，为修大乘顺觉则分。中略宣、顶、忍、是第1法，此4总名顺觉则分。顺去真实觉则分故，尽见道，故立加行名，非前资粮无加行义。据舍论卷22、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卷8、成为实论述记卷9、百法问答抄卷5、卷6，参阅5位1087、4寻思1768 P 1570。
加行果，梵语 prayoga phala， 即由加行所起之果，乃依不净观等之加行力所生之无漏智，为坚陀罗国诸论师所立9果之一。大毗婆沙论卷121大27630中，加行果者，为不净观，或持习念，为加行故，见次引起，尽无生智，于加行果，类此应之。俱舍论卷6 P 1571。加行的，又作修的人功德，乃由加行之力而得者，指经由闻、思、修等3会所证的者，即由后天努力加行使能证的者。对此，与生俱来者，则称生的。梵 Upapati Pr Telom Hika， 烦恼完全灭尽之后，即离染之际，自然而得者，则称离染德。此外，生得之善，称为生的善；加行得之善，则称加行善。俱舍论卷4、卷5、卷22，大毗婆沙论卷144，大乘法院义林章卷6末 P 1571。加行善，指方便善或修的善，乃由加行方便所得之善心，为生的善之对称，即经由加功用行使了达闻、思、修之觉慧善心，而非天生即有之善心。俱舍论卷7大29、39上3界善心各分2种，为加行的、生的别故。又大乘法院义林章卷6大45、354中、356中，若于三藏要用功力所生名胜觉慧善心，名加行善，能顺出世，由功力起，性即明了，读解文义，加行而起，名为文慧。中略，此3种慧皆非生的，非暗昧故，并加行的，加行善故。大毗婆沙论卷11。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卷20，显扬圣教论卷18，俱舍论光记卷7，参阅三信563 P 1571。加行结愿，为密法传授之加行终了。加行指法会之前所需欲修之特定行法，结愿即修法终了时之最后做法。加行结愿即指加行修法终了之做法，乃密教特行之法，其行法依派别而异。P 1571。加行道，梵语 prayoga mrga， 乃加功力进修之道，为4道之一。又作方便道，即为断除烦恼而预备加功用行的修行之道。修此方便加行，能引后无间道而去向涅槃之道。与为15位中之加行位相同，即见道之前的4善根、宣、顶、忍是第一法之位。据俱舍论卷25载，经由加行道可升起其后之无间道。大乘法院义林章卷2大45、282下，加行者加功用行，心求断道。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卷8，成为实论卷9，瑜伽师的论卷69，俱舍论卷21
参阅加行1570，加行位1570 ，P 1571。加里陀沙，梵名 Kalidasa， 印度极多王朝时代之诗人、戏曲家，约于5世纪前期，活跃于极多王朝兼陀罗极多2世之宫廷。在印度古典梵文文学黄金时代，有诗圣之美誉。经过吠陀、奥义书、叙事诗时代，至2世纪请使高度发达之印度古典文学美文体诗，即由加里陀沙完成，被称为印度之莎士比亚。西洋大文学家歌德推崇备至，誉之为世界文学之瑰宝。相传歌德之《浮士德》一句之所以用开场白，系受加里陀沙剧本之影响。加里陀沙之作品有抒情诗、叙事诗、戏曲等，系以优越笔调，加上典雅之韵律，运用梵文独特之修辞技巧所写成。主要作品有戏曲《沙昆达罗》、梵 Abhijanai Kuntalam 天女之恋、梵 Vikramorvaya 叙事诗罗护系谱、梵 Raghuvai 摩罗皮迦与火天友、梵 Mlavakmimaka 童子之出生、梵 Kamray Samhava 抒情诗时令之环、梵 Tusahra 云之使者、梵 Makhurti。 其中沙昆达罗一句已由弥文开译为中文。印度文学欣赏第16篇，弥文开，世界文学史纲第16章，郭元兴，沙昆达罗的真实意义，泰戈尔着，弥文开译 ，P 1572。加威力，指佛加倍于众生身上之神威力。又作加倍力、加佑力、加倍力、加力。无量寿如来会卷下，大1110以上，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一切如来称赞乐课。诸经典中常有经由诸佛如来之加威力而得大法门之记载。又据摩诃止观卷6上之说，须菩提常于10世见佛之法身，故能于大品之中受加倍力而宣说般若之大法。制度论卷41止观辅行传弘觉卷6之2，观经玄义分传通记卷1 ，P 1572。加持梵语 adhna， 巴利语 adhna， 音译作的色囊，为互相加入，彼此摄持。原意为站立、住所，后转为加护之意。又译作所持、护念。佛菩萨以不可思议之力保护众生，称为神变加持。密教认为大日如来以大悲大智随顺众生，又助众生，称为加，而众生受持其大慈悲，则称持。此一是与瑜伽、梵 Yoga 之意相同，即大日如来与众生相应合一，如来三密与众生三业相互相应，摄己入他，令其感知如来之慈悲，则可成就种种妙果，以其成佛。此称三密加持。日僧空海即根据此说立即生成佛意之说。三密加持有2种：一、自行加持，即行者手结密印，口念真言，心住三摩地之修法；
2. 阿舍离加持，即灌顶施救曼荼罗阿舍离，具足结魔，以普贤三摩地引金刚萨埵入己身之修法。由此2种加持，现身可证菩提。又大日经书卷9举出法界加持之说，及诸佛、真言、众生等之实相，皆是毗富罗法界，以此更相加持，故称法界加持。因众生、诸佛菩萨与真如法界三世平等，故互相加入，彼此摄持感应。大日经要义超卷1举出4种加持，即法加持、法人加持、人法加持、人加持，其中法人2种为同类加持，人法人为异类加持。咒禁之做法亦称加持，如5处加持，系行者为消除过去罪业，显现来具足之5智功德，以应气或处灵等法器加持身体5处，额、肩、心、顶及喉。又有所谓加持香水，即心念香水，使之清净，口诵明咒，持应气以加持。此外，尚有加持公物、加持念珠等，为清公物或念珠之净咒法，其所用之应器、明咒等，即称加持应名。加持又有祈祷之意，例如牛黄加持，又作牛王加持。为求产，以牛黄香水加持于门；带加持，为求安产，加持于盐田带；土沙加持，为除病或消除亡者之罪而于坟墓或死骸上撒布土沙；口念光明真言加持；刀加持，为除恶魔与鬼灵；观想代表不动明王之利剑以加持等，系专为祈祷现世利益者。加持一般又与祈祷并称为加持祈祷。大日经书卷1卷15，大日经义释卷11 P 1572。加持世界，密宗大日如来为教化众生，由自性法身变现他受用加持身，并说三平等具法门所现之世界。又作海会现前，随他法界功，瑞相土成道世界，乃生死凡夫生存之世界，亦即佛与众生感应道交之世界。以自性法身而言，并无迷之众生，而众生自迷，认为自己与佛不同，佛陀为救度此等众生，乃现他受用加持身，以利教化。故密宗谓加持世界乃大日如来为救度众生而变现者，换言之，离开佛界，即无迷界。大日经书卷1卷6卷20宗义抉择集卷9参阅加持身1575，本地身1955 P 1573。
加持具即具有令法久住功能之真言咒，乃用于密教胎藏法后供养之后或解戒之后所结诵者。据大日经主类顶载，即南摩三曼多婆陀南 Namo Samantha归命普遍诸佛萨婆他 Sarvas 一切圣圣达达于I tra tra gu gu 达灵达灵 Param param 持持梭他婆耶梭他婆耶 Sth paya 住住佛陀萨底耶 Buddha Sattvavi 若佛真实力达摩萨底耶 Dharma Sattvavi 若法真实力僧迦萨底耶 Sattva 若僧真实力 Hh 种子费那尾费费律 Vidi 明沙呵 Svh 其意即为若佛宝为真实者，我法可久住世间；若法宝僧宝为真实者，我法可久住世间。此乃世尊之誓言。诵此真言时，须结金刚合掌之印香，加持于行者之心、额、喉、顶两肩等五处。P 1573。加持札指加持指札及唱真言咒语而行加持时所用之神圣指札。札上有种种真言或符。P 1574。加持印名，指密教行者修法前，为清净公务工具，消除行者自身过去之罪业，行加持时所采之印器与名咒。大日经书卷15，大39、734下，当以空水二指头相捻，于三指皆疏散之，用此印加持诸物，乃至坛中一切供养之具，悉用加之，皆得成也。空水二指及指拇指与无名指。盖公物或有污秽，若不如此加持，则不适于供养。非但行者三业不得清净，更与魔障难之变，不能成就悉的行法。故一般加持印名，多就公务工具而言，亦即结小三股印。宋君图利明王小咒俺 o 阿密里地 mte o h 发扎 fa。阿缩复抄卷37，密教奥义卷下，不空所译千手千眼仪轨经卷上载，密教行者用以加持自身之心、额、喉、顶等四处，以避离障难，成就瑜伽所结诵之印名，称为加持印名。加持四处时，每处均须结诵印器、名、真言各一次。结此印香，二手先作外复拳。二食指为曲，状如莲叶；二拇指伸直并立。其真言为俺 o 归命日罗达摩 Phaedra Dharma 金刚法的色 adha 加持梭 Sven 我。瑜伽莲华部念诵法，观自在王如来修行法 P 1574。加持自身法，即密宗行者加持自身而观想自身，便为本尊之修法。大日经书眼奥抄卷12，大59、128中，观心中有字，变成五谷金刚杵变成金刚萨埵，云观自身即是执金刚。如是观已，手结萨埵印，口诵其言，为加持法也。
上述乃以金刚萨埵为本尊，行者加持自身而观想自身变成金刚萨埵之修法。以其余诸尊为本尊之各种修法，其加持自身法皆可准之而行。P 1574。加持成佛，即依修行之功，由佛力加持而现成佛之相，为密教所说三种即生成佛之一。详称加持即生成佛，乃众生之三业与佛之三密交互加持感应，开显本有正德之觉体。对本有理具之成佛而言，虽亦在修身修显之位，然众生本觉之功德与诸佛之加倍力感应道交时，于一念之中觉知诸法实相，即开显众生本有正德之觉体。大日经书卷14，大毗卢遮那经注新抄卷4，大日经要义抄卷1 P 1575。加持杖，即由30余公分长之石榴木或桃木之削制作成之杖。宋真言加持之，可用以打媚女之肩，或击打病者痛处。用桃木，系源于道家之说，盖以桃木为百鬼所畏，用石榴之，则根据指风雨经等密教经轨所载。摩诃止观卷8，事物纪元卷8 P 1575。加持身，即佛菩萨起大悲心为化益众生所现之佛身，即密教行者修身口意三密之妙行而与三密相应时，于其瑜伽观中来现之佛身。据大日经书卷1载，即以平等之身口意密加持为所入之门，为以平等密印与平等真言心平等妙观为方便故，即可见加持受用身。此加持受用身即是毗卢遮那遍一切身，遍一切身即是行者之平等至身。是故著此圣者，以不行而行，以不道而道。其中行者之平等至身，即行者由三密之妙行于其心中生起感应，称为至法身，其身即加持身。盖此加持身即自性法身之分身散隐，
不外是行者自心之净菩提心所发露。日本古义派与新义派对此各有不同之见解。大日经书抄卷一大毗卢遮那经注新抄卷一参阅本地生1955 P 1575。加持公务，密教行者修一尊法时，以各部办事明王之印名加持公务，除驱污浊秽清净庙宫，以防药叉、罗刹、毗那夜迦等之道实处会。办事明王因3部、5部各异，故其印名于经轨所说不一。重要者如下：一、小三股印，金刚君图利小咒，出自苏婆呼经卷上，苏西的供养法卷上。二、小三股印，甘露君图利小咒，出自陀罗尼集经卷3。加持公务时，行逆顺加持及先逆加持，以辟除魔障等，再顺加持，为悉的成就结界。P 1575。加持念珠，乃密教行者于修法时入正念诵前，加持念珠之方便行法。即先取念珠，唱字真言，次诵净珠咒，令念珠清净，后载3次，为5大愿等之其念，再唱旋转真言，旋转念珠3次，旋转系表示转法轮之意。行者为成就本尊之身，乃于本尊加持位时，以转法轮之相表示化他说法及正念诵之意。参阅念诵3220 P 1575。加持念诵，乃正念诵之一称。略作念诵，为5种念诵中之三摩地念诵。于密教修法时，行者内心安住于定中，观想、诵念本尊之真言。胎藏界大法对受记卷6，参阅念诵3220 P 1576。加持物，即与本尊或佛菩萨相应之公物。加持意为相应摄入，故加持物又称相应物。
密教行者修护魔法时，依所修之法选出与本尊相应之贡品，投入护魔炉中供之，而观与本尊相互摄入者。此观法为护魔行法中最重要者。用以加持之物依修法种类而异，如习灾法用白胡麻，增益法用染黄之精米，调伏法用芥子，敬爱法用花剑、米团，染红之精米，延命法用曲楼草。此系以示成理之意，如胡麻含油，具光明之因，故由加持力成光明轮，圆满月轮，照十方界，能破惑业之暗，且又味甘无毒，故与习灾法相应。增益法所用之精米系表示如意宝珠，敬爱法所用之米团、精米或花剑系表示红莲华，调伏法用芥子系表示独骨杵。汝谓超卷7护魔次第空海 P 1576。加持香水，密教修法时，加持香水用以灌洒之做法，又称洒净、洒水。香有变质之德，乃表示理；水有洗涤之用，乃表示智。香水和，故成满理智不二甘露之平等性质。若结诵印名，加持香水21次，并以散杖或小树芳草、手指于水中顺逆搅化 RAVA 2真言各21次，其后洒于自身及坛上供物、坛外道场等处，得令行者去忘执、清净工具等物而速得悉地。但所用之印与真言依修法之别而不定。苏西的杰罗供养法卷上，大日经书卷4，阿缩复钞卷37 P 1576。加持饮食印及加持于饮食之印器，乃施恶鬼等所用之法。据不空所译施诸恶鬼饮食及水仪鬼载，以此印加持，口诵7遍，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加持饮食陀罗尼。可令一切恶鬼皆得七斗湖之时，摩揭陀国所用之斗，使以升天或升净土，而行者亦可消除业障，增益寿命，于现在、当来二世的无量福德。结此印器，先以右手拇指磨中指指甲2-3回，其他3指直立，又以拇指捻食指，指作身，每诵一咒则一弹指。其真言为囊莫 Nama 归命。萨达他波多卢吉地 Sarvatasgatphalokite 观一切如来 供养三婆罗 Samhara 扶助者施予者 种子。此一做法不限于密教所用。P 1576。加持说，日本新义真言宗所立，
关于大日经教主之学说。此宗立自正即位、加持门、加持世界等三段之说，而谓即位与加持门乃因为行者所不得视听者，且即位无说法，故大日经系于加持门所说者。此说乃根来中信愿赖于所创，圣宪及大成。自正之经验本属言语道断，不可言传之境界。大日如来若住此位，则诸众生不得受益。故大日如来现加持身，对四重圆坛之字卷属，为未来诸众生说大日经。P 1576。加导法乱，又作加导法难、热源法难，乃发生于日本骏河国加岛庄热源乡静冈县富士郡因冈町后园日莲宗教徒受迫害之事件。日莲宗初祖日莲与其门下在富士郡布道，皈依者日众，而为岩本天台宗实相寺主言喻与下方真言宗龙泉寺主行志所不喜。弘安2年1279，皈依日莲之热源乡生弥四郎遭杀害，日莲门下之日经遂与龙泉寺学头日秀智门住所、地方之辖管单位争相起诉，结果皈依日莲之神四郎等反遭处刑。是故日莲乃作圣人遇南超训诫门人，其后日秀智幕府成龙泉寺申状书以说明事实，是凭归隐。P 1577。加倍指诸佛如来以慈悲心加护众生，又作加倍、加佑、加威、加佛加倍之力，称为加倍力或加威力，备其力而说法者，称加说。加倍有显加与明加二种。显加位可以眼见者，例如佛菩萨加倍说法者，使其身、口、意三业能如法演说。明加又称明护、明佑，为肉眼不可见者，为冥冥中之有佛菩萨之加护。菩萨璎珞经卷3、大智度论卷41、阿弥陀经书超序云7、俱舍光记卷1、观经玄义分传通记卷1 P 1577。加说指蒙佛力加倍而说法，如般若部经典、系声闻弟子须菩提等所说之大乘教，天台宗为此乃佛之善巧方便，为诱引小乘根基入大乘法门而设。摩诃止观卷6上、大4、6、7、3下，须菩提空智篇明，能于时世见佛法身，故大品中被加说空，身子被加说般若。佛欲以大空并小空，大智并小智，故令二人传教。止观辅行传弘觉卷6之2阐释如下：大4、6、3、3、5中，大品被加等者，凡言加者，加于可加。以须菩提空与般若空相应相似，是故佛加令其说空，般若是智，故亦加生子，所以但加此二人也。P 1577。
迦檀婆树，梵语 Kalumba， 巴利语同，意为条经，又称迦檀婆树，系产于印度之乔木。6月左右开花，气味芳香，花呈球形，色白略带黄绿。隋代舍那觉多的一支几世经卷一位，伏婆毗提诃州有一迦檀婆树，纵广7由旬，入地21由旬，高100由旬，枝叶垂复50由旬。为此一记载不符今日所见之迦檀婆树。又印度教徒以此树为吉利色拿神，梵 Ka 之圣树，并为吉利色拿与其妃罗达常于此树下游居。菩萨念佛三昧经卷一部空见本实品，大楼探经卷一批1577，加藤多堂1870、1949，日本社会教育家，本名熊一郎，生于京都府。又随其父习汉文及长上京入英吉利法律学校、中央大学前身就读，后入大龟如殿之门，与岛田藩根、大内清鸾等共同研究佛法，并致于社会教化。历任中央教化团体联合会理事、上公教会会长，主编杂志《新修养》。大正13年改称精神，并常赴全国各地演讲，被尊为社会教化之功臣。先后于大正13年1924、昭和3年1928受宫内省文部大臣之表彰。复任教于东洋大学、日本大学、曹洞宗大学。昭和24年末受80者有闭言大讲座、讲大座各12卷，禅学要义、维摩经讲话、闭言录讲话、日本佛教概说、维摩真髓、圣蛮经语、起信论讲话、禅生活等。明治教史、青年佛教丛书20，大佛教史、青年佛教丛书3，明治大正昭和时代佛教史、佛教大讲座 P 1578。加藤精神1872、1956，日本新义真言宗丰山派学僧，早年剃度并受灌顶，年长专攻真言学及性相学，历任各大学教授、校长等职，常于东京田端宇乐寺灌顶开坛。大正14年1925，被任命为大司教大僧正，于佛教会、学术界颇多贡献。昭和31年入寂，享年85。这有大日如来研究、人王般若经国义略著、为时20论等10余种。P 1578。加护、加力助护，即佛菩萨以其力加倍护持于众生身上。80华严经卷27，大10、147下，常为一切诸佛加护。最胜王经卷8，大16、443中，由诸天加护的作于国王。参阅加持1572 P 1578。指牵传声，或出力所发之声，或末地寻见失物时所发之声。禅集中用于表示禅僧顿然大悟时不觉发出之一种声音，意为事物的渐、庆快平声。
禅宗宋古莲珠通集卷16长沙锦层条万序11596下，拟作魔身用，施披胸与仪塔。山曰：又欲篇明载护卧切及表阿字圈之呼应。譬如忽然寻见失物，不觉发此身。禅门多言此字者，譬如禅僧寻师访道，参究20-30年，忽然心境彻亮，会得此事，不觉的一生。禅观侧镜大481099下，手堕入堂烧香，打香合作身，忽然的一声，时的自己，故的一下的一声，为禅灵表示彻底大悟之常用语。碧岩录第81则平畅，庐山莲宗宝鉴卷10，武登会元卷4 P 1578，包尔文书 The Boer Manuscript 为西域首次出土之佛典，系英国包尔上尉 Captain Bower， 又译作保尔，于1889年请入印度时，在我国新疆库车、龟兹一带所发现之画皮抄本断片。该批文书出自沙漠古城遗迹中，作贝叶本形，其上书写古梵文文字，内容包括孔雀王咒经、药法、咒法、占卜法等7类。包尔将文书写返印度加尔各答，交与英国学者鲁道夫·霍诺尔 （Rudolf Hornell） 1841-1918，未久，霍诺尔宣布该文书为自5世纪请之印度古梵文佛教经典，该种梵文在印度久已失传。其说耸动国际听闻，俄、英、德、法、瑞典、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前往西域探险，遂开启研究西域史、佛教史之新方向。此外，与包尔同时，韦伯 F. Weber 亦于库车发现纸写本之断片，经霍诺尔考证，确定该断片乃以龟兹文所书写之医药文书，是称韦伯文书 The Weber Manuscript P 1579，北山著部，梵名 Atara Ella， 音译作多罗施罗，又作上施罗，译作北山部。据4分律开宗记卷1本载，万序66345下，莫多利部，此云北山，故又称莫多利部。小乘20部之一，大众部之一派。异部宗轮论载其分派之因，为佛灭后满200年时，有一出家外道归于大众部，住至多山，众议大天武士，遂与至多山及西山住2部自大众部分出。然不执议论书及三论玄义，则另有一说，为分派之原因照始于有关受戒时，若就无戒或破戒之和尚而受，是否可称的戒之议论。本派之名称，以其住于至多山北方之山，故称北山住部。该部所立宗义略同于至多山部，为南传及西藏传等均无此部派之记载。出三藏记集卷3，大乘法院义林章卷1本，义部宗轮论述记，参阅。小乘20部928，西山住部2572，至多山部3085 P 1579。
北山参选语录，请参阅北山录。北山语录，请参阅北山录。北山录，凡10卷。唐代子周会义四沙门神清传，北宋会宝著，又称北山语录、参选语录、北山参选语录，收于大正藏第52册。因会义寺位于城北长平山之阳，故称北山。该书博宗儒释道三教选旨而未著录，故称参玄。内容既分16篇，即天地始、圣人生、法极心、真俗服、和霸王、智化、宗师义、士兵问、丧服问、机义说、宗明理、报应验、论业理、住持行、义学、外性。引用法华经、咸鱼经、华严经、毗昙心论、杂毗昙心论、中观、制度论、入大乘论、轻便之长真论、范整行神灭论、续高僧传等典籍，采佛教教义以调和孔、孟、庄、老、列、荀、杨、班、马等各家之说，内容广集如佛道三教与诸子百家。其卷6机义说，批评禅宗曲解，复法藏因缘传，编造传承世系，遭到禅者之驳斥。本书传本极少，民国初年发现2种残本，后有2本影印本传世，大正藏亦收录之。传法正宗论卷下，国史经籍志卷4，明代焦弘，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5，成元 P 1579。北川秀则1921，日本之西藏、印度学学者。1948年东北大学法学文学部印度学科毕业，其后获美国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文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名古屋大学、多伦多大学，专门研究西藏语、西藏问题、印度伦理学等，并曾2度赴印度考察，著有《印度古典伦理学之研究》等书。P 1580。北天竺，古印度5天竺之一，相当于印度西北方之诸国，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卷3中即举有20国。北天竺系冀中印度之后为佛教盛行之地，灵迹甚多，约为今之旁遮普、喀什米尔、西北晋州等地。部分古坚陀罗集在西北晋州内，后人可自出土之石刻推知当地古代佛教之概况。P 1580。
北斗七星指在北方距辰斗、韶、行之七星，略称北斗。即离北极约30度距离之七星，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等，于天文学中称为大雄星，其俗名为贪狼星、巨门星、禄存星、文曲星、廉贞星、武曲星、破军星等。于古代之星宿观中，以天枢为七星之正星，主阳德；天璇为法星，主阴行；天机为令星，主伐害；天权为伐星，主天理；玉衡为杀星，主中央四方；开阳为维星，主天时五谷；瑶光为部星，主兵。密教之尊星王法、北斗法、北斗护摩等法，均其念此七星。此外，于禅林中有北斗里藏身一词，意指禅僧之神通妙用，犹如藏身于北斗星中，羚羊挂角，了魔痕迹。云门匡真禅师广录大47546上问如何是透法真句？师云门云北斗里藏身。北斗七星延命经景德传灯录卷12芭蕉会清章法院珠林卷4 P 1580。北斗七星延命经全译卷，为译于唐代之密教经典，译者佚名，收于大正藏第21册。本经集星宿法，旨在说明供养此经之功德，并附有北斗七星图。初序各时辰所生之人应配何种星符以调吉凶，次序七星所代表之佛，其末叙述供养此经的免各种灾祸疾病。P 1580。北斗七星念诵仪轨全译卷，唐代金刚志671 741译，收于大正藏第21册。本仪轨乃是尊为日月星宿所说八星咒之功德，及北斗八女之供养法。又此八星咒之印记乃出自金刚顶经七星品。然据考证，此仪轨恐系后世之伪作。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4卷29秘密仪轨传授口诀卷3 P 1581。北斗七星护魔法全译卷，唐代译行683 717转，又作复赤圣光法，收于大正藏21册。本书内容为祈求北斗七星以延命增福之护魔遗则，如能吉祥真言、北斗七星应言、九应气、九直要天总应言、28宿总应言等之遗则，并附有北斗法之供养法。P 1581。
北斗七星护魔秘要仪轨全译卷，唐代不空705、774译，收于大正藏第21册。本仪轨乃如来为末世福报众生宣说祈祷北斗七星以求延命增福、驾色丰饶之供养护魔仪则。初序造水坛之仪则，次序起词，召请北斗七星之应器，以自顶轮王真言、北斗七星真言等。然根据考证，此仪轨恐系取自道教迷信之司命夺算。四天王经、三品弟子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秘密仪轨随文记卷6 P 1581。北斗法乃密教行法之一，系以一字经轮北斗七星为本尊，为延命或攘除天变、疾病等灾祸而供养北斗七星之法，又称北斗功、北斗尊星王法。北斗七星护魔秘要仪轨，大21、424下为北斗七星者，日、月、五星之精也，囊括七曜，照临八方，上耀于天神，下执于人间，以思善恶而分祸福，群星所朝宗，万灵所抚养。若有人能礼拜供养，长寿福贵；不信敬者，运命不久。修此秘法，有关护魔坛之布置、工具、护魔木、鼓类、时辰及做法规定、功德等，均详载于北斗七星护魔秘要仪轨中。又此类修法，受我国道家思想如抱朴子等书之影响颇大。北斗七星念诵仪轨，参阅北斗七星1580 P 1581。北斗护魔密教以北斗七星为本尊所修之护魔法。修法时所使用之五谷及乳木均须配上行者或施主所属之星，称为命谷、命木。例如子年贪狼星者之命木为铜，命谷为大豆、粟；丑亥年巨门星者之命木为怀、辰，命谷为粟、败；卯酉年文曲星之命木为桑，命谷为大麦、梨等。备妥命木、命谷后，于炉中照请本尊，投进7叶花，成7合叶座，复观其上有北斗七星。若于道场中央之护魔坛外，左右另设3小坛，共成7坛，其护魔坛与小坛皆悬北斗曼陀罗，并延请上6人坐镇小坛而行修法。此一修法称为7坛北斗法或大北斗法。北斗七星护魔法、北斗七星护魔秘要仪轨、北斗七星念诵仪轨等诸书均为行此等修法，可获致长寿富贵之效。P 1581。北方7要众，
及密教胎藏界县图曼陀罗外院北边之百药、艾财、多罗、咸沟、百、满者、阿施皮等7天，相当于28宿中之虚，为是、魁、毕、楼、卫等7宿。然于素药经中，此7宿并不限于北方。素药经卷下 P 1582，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全译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仪轨。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毗沙门随军法，收于大正藏第21册。本仪轨乃毗沙门天王与其孙那扎太子为护持佛法，摄化恶人或起不善之心者而说，其内列举护持国界之自心报恶真言，并叙述画像法及护摩仪则。卷末记载此法曾降服5国5万军，故称随军护法。秘密仪轨传授口诀卷3 P 1582，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全译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经典。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随军护法真言，收于大正藏第21册。本书乃叙述毗沙门天诸种成就法、毗沙门天王之咒及画像法、根本印、吉祥天女印、赞等，并引用4天王经，列举其念诵法及解会陀罗尼。又其中诸成就法一段与多闻天王陀罗尼仪轨为同本意义。P 1582。北本涅盘经凡40卷。北凉坛无称义及大般涅盘经，略称涅盘经。宣说佛身常在，及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等大乘思想。为与南本涅盘经区别，特称北本涅盘经，收于大正藏第12册。参阅大般涅盘经844 P 1582。北石窟寺又称四沟石窟，与南石窟寺对称，位于甘肃庆阳县西峰镇附近，在四沟川、金水、支蒲、如二支流交汇处之东岸，远眺窟龛，有如一庞大之蜂巢，气氛极为凝密庄严。据清乾隆60年1795之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及镇元县志所引唐碑之记载，本窟为北魏永平2年509由金川刺史西康生所开建，后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凿窟造而成。今存有窟龛近300个，大小造像约2000余尊，及石刻、墨书题字与碑刻等，壁画较少，且多残缺。
窟龛凿于黄砂岩之崖面上，分上、中、下3层，南北长100余公尺，最高矗立的约10余公尺，其中编号第165，俗称佛洞之大窟，为石窟群中之最大且保护最好者。此窟高13.2公尺，宽21.7公尺，深17.9公尺，内有7尊佛，其身高约8.1公尺，实斜视菩萨之身高由3公尺至4公尺不等。二交角菩萨高亦有5.8公尺。此外，上有3头4臂天王，丞相普贤菩萨及萨朵太子舍身4虎图。该图为一大型之佛陀本身故事雕刻。门外两侧并雕有金刚力士和狮子。P 1582。北四宋塔位于陕西蒲城县城北，始建于北宋绍圣3年1096。塔呈方形，共13层，高38公尺，为多层密檐式之砖造建筑。塔身巍峨，与南四堂塔遥相对峙，双塔夜影，为蒲城8景之一。今景塔顶稍有损坏，其余12层均仍完整。P 1583。北辰菩萨，北辰指北极星。密教中以北极星为北斗七星，并视之为妙见菩萨之化现。据《妙见陀罗尼经》卷下载，此菩萨位于娑世界之北方，故称北辰菩萨，能救诸众生，令获吉祥之福。然古来有关北辰与北斗七星之异同，诸说不一，或以北斗七星即北辰者，或以北斗中之文曲星为北辰，或以水曜为北辰，或以天地星为北辰。若据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2之说，则北辰、妙见、尊星王三者乃同体异名，为诸星之王。参阅妙见菩萨2846 P 1583。
北周武帝543、578，复姓宇文，名雍，字弥罗突。宇文太帝四子。即位后，其叔宇文护专政，帝遂于建德元年572诸护亲政，初重佛法，深信谶纬之学，时谶言黑衣当得天下，帝甚忌之。道士张彬乃乘机毁谤佛教，指黑衣乃是世之谓，于国不详。帝遂重道轻佛，又依还俗僧魏元松之言，于天和4年569，诏沙门、名儒、道士、文500僚2000余人于文德殿，论三教优劣，议其废立。建德2年，定三教先后为儒、道、佛。建德3年，又欲废佛，时张彬以诡辞进言错佛扬道，为智炫法师所驱，帝乃自升高座，更论构难。智炫应对安详，诚意甚高，帝甚怒入内。次日下诏并废佛道2教，破毁寺塔，焚烧金像，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关陇之佛法诸除殆尽。建德6年，灭北齐，复下诏悉毁其净佛寺金像，斯尼300余万，并令还俗。北的佛教一时生机俱绝，史称周武法难。4年，帝离立即而崩，在位18年，享年36。历代三宝纪卷3，翻译名义集卷14，佛祖统卷38 ，P 1583。北宗五方便门与观心之说同为北宗禅思想之骨干，略称五方便、五方便门。出自于敦煌出土之大乘无生方便门，该书收于大正藏第85册。五方便即指一总章佛体离念门，即依大乘起信论之说而彰显佛体，远离诸念。二开智慧门，即依法华经之教而开启智慧之门，又称不动门。三显不思议门，即依为摩经之说而彰显不可思议之解脱。四明诸法正性门，即依思议梵天所问经之说而明了诸法之正性。五了无异门，即依华严经之教而得自然无碍解脱。此五项法门皆集经论之教说作为解脱的正知方便，故称五方便门，为北宗禅法之特色。宗密之圆觉经大书抄卷3下，万序14277上，浮尘看尽，方便通经 P 1584。
北宗论，请参阅大乘北宗论。北宗禅又作北禅、北宗，为南宗禅之对称。禅东五祖弘忍之门下大通神秀，以弘法于北方，故称北宗。五祖入寂后，神秀迁至江陵当阳山、湖北，一主见物之说，其教说盛行于长安、洛阳等北的，而于南方六祖慧能则于韶州、广东、曹溪山说法教化，主张顿悟之思想，未成南宗禅。中国禅宗史上乃有所谓南宗、北宗、南顿、北渐等名称。然北宗之称，并非神秀派之自称，而系慧能之弟子神会所加者。神会以自宗为禅宗正统法系，称自宗为南宗，而是北的所传见悟法门位列下，以北宗呼之，盖含贬灭之意。受神秀副主者有仆济、净贤、义福、玉山慧福等4人。于武则天、中宗、睿宗之时，神秀皆被尊为国师，仆济亦被称为3帝之国师。义福、净贤、慧福等人则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大正北宗门风。仆济之弟子为道玄，受日僧之招，请赴日弘法，乃禅法传入日本之初期重要人物。此宗虽曾盛行于北方，然以会昌法难、南宗隆盛与神会排斥等原因而渐告衰颓，至唐末遂断其传承。有关此宗派传承之史书有净觉之楞家师资记、杜窟所传之传法宝记。本宗教旨依宗密之圆觉经大书抄卷3下所叙之7家，北宗为第1家。其文云：万续14-277上，此宗秀大师为宗元，弟子仆济等大弘之。浮尘者，即彼本纪云：时时须服侍，莫遣有尘埃，是也。亦云：众生本有觉性，如镜有明性，烦恼复之，如镜之尘。熄灭妄念，念境即本性原明，如魔浮尘境净明，即物无不及。神秀曾传《观心论》，并提出5方便门之说，以之为修道阶段之次第法门。此一论点，成为神会攻击北宗之目标。然若从禅宗思想史之观点而言，则神秀之观心说实为4祖道信、5祖弘忍东山法门之忠实继承者。禅门师资承习徒，大乘无生方便门，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国禅宗史、应顺禅宗史研究与景博寿参阅禅宗6455 P 1584。北枕即头枕北方。佛陀临入灭前，至北方居师那城沙罗双树间，头朝北而入涅盘，或为此系表如来欲知日后佛教有止住北方之源。长阿含经卷3，涅盘经后分卷上 P 1585。
北渡指师徒之礼。盖师居北为度化弟子，弟子面北作礼，故称北渡。智者大师别传，大武陵19以下，戒导以律仪，人设以北渡。P 1585。北距泸州，泛名 Atara、Kuru、巴利与同。又作北居泸州、北州、北丹越、玉丹越、北玉丹越、玉多罗鸠流、瓦达罗聚卢，意义甚处，甚深高尚，乃须弥四州之一。据据舍论卷11、大楼探经卷1玉丹约品等所载，北距泸州位于须弥山北之咸海中，州行正方，每边各长2000由旬，状如河盖，由七金山与大铁围山所围绕，黄金为地，昼夜长明。其地具有平等、寂静、净洁、无次等四德。彼州人民面形正方，如北州地形，人人面色皆相同，身高皆1丈4尺，生活平等安乐，摩所细数。此州有种种佳妙之山林、河水、浴池、游园、树果等，器物多为金银、琉璃、水晶所成，物共有，无有我所知计值，亦无盗贼、恶人、斗阵等事。其人民居止于林树之下，男女一处而居，无有婚姻，若起淫欲，共相娱乐。女子怀7、8日即产子，置之道路，四方来者皆共欲养，予以指头吮之，乳汁自出。7日之后即长大，如阎浮提人之20岁，寿足1000年。命终之后，即生刀立天或他化自在天，于四州中果报最殊胜。又此州有2中州附属之，一为举拉婆州圣边，另一为交拉婆州有圣边，二者亦皆有500小州附属之。又于4大州中，其余3大州均有地域，唯独此州无之。诸经论有关此州之记载极多，所载者不仅一致，然皆以此州为四州之最胜处。据今日一般学者之研究，印度雅利安人于太古时代居于中亚一带，后南下入印度河地方，又渐移居印度内地。各经典所描绘之玉丹越，咸为一片和平安稳之乐土，此乐土恐系雅利安人之后代追慕祖先乡土之理想化。盖梵语之 Tara 玉多罗乃北方之意，经中所述距泸州之方位恰好与之相符。此外，于佛教经典之前，如梵书时代、罗摩耶那、梵 Rma、摩诃婆罗多、梵 Mahbharata 等时代，均有此类象征印度民族共通景之地上以想象之记或传说。长阿含经卷18、卷20、启示经卷1、大法古经卷下、历世阿毗昙论卷2、慧愿音译卷上 P 1585。北传佛教总称自北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韩国、日本之佛教，及由尼泊尔、西藏传入蒙古一带之佛教，又称北方佛教。19世纪开始研究佛教之欧洲学者，称以锡兰巴利语系统佛典流行之缅甸、泰国、高棉等国之佛教为南方佛教，故对此风格迥异，且多流行梵语佛典及其翻译作品之上述地区佛教，因自印度向北传布，故称北方佛教、北传佛教。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2 BC， 佛教自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末年，佛教典籍陆续溢出，佛教教义开始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深入民间。魏晋南北朝时期，赋予玄学糅合，于佛教经文翻译、教义研究、寺院经济等亦皆有所发展。至隋唐而臻于鼎盛，形成天台、华严、法相、律、净土、禅等宗派。凡此均系与我国本有文化融汇而产生之大乘佛教。宋代以后，佛教渐与儒道融合。在西藏地区，佛教于7世纪传入后，逐渐形成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后又传至蒙古及西伯利亚等地区。朝鲜于4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佛教，7世纪以后更派遣僧人至我国求法，将我国主要佛教传入朝鲜，形成朝鲜禅宗派别曹溪宗之流行。日本于6世纪前半叶自中国与朝鲜传入佛教，迅即发展为日本主要之宗教。奈良时期710-794之佛教6宗：三论宗、法相宗、诚实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等，均自中国传入。9世纪又传入天台宗、真言宗。13世纪兴起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并又传入禅宗。宗派庞杂，以大乘为主，间杂有小乘。越南佛教主要于2世纪自中国传入，后又传入中国之佛教宗派，以禅宗、净土宗为主，主要禅宗派别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乐观禅派、莲宗派。就整体而言，南方佛教保存较浓厚之印度原始佛教色彩，然并非仅有小乘；北方佛教则多与传承的之故有文化融合，以大乘为主，但亦非只限于大乘。然而，巴利语或梵语佛典本均源于中印度，故不论锡兰或尼泊尔，均仅为其传承的而已。若再扩大而包括上述地区，则以南北二分佛教四不适当，亦非确实之分类法。又一般北方佛教翻译之经论号如烟海，有梵文圣典、西藏译、汉译、蒙古译、满洲译、日译等。此外，高僧祖师之著作甚丰，为南方佛教所不及。参阅南传佛教3750 P 1586。北路巴利名 Uttarpatha， 为南路巴达 Patha 之对称。据大士范 Mahvastu 载，北路有得差失罗国范 Take Illinois， 故推测北路系指近于印度西北国境之地。据传，世尊出家后，
即向南方摩揭陀国游行，其路线乃从舍卫城起，经由迦毗罗卫城、居士那、范 Kusinagara、毗舍离、范菲伊利等，抵达恒河，进入摩揭陀国之王舍城。此一公路线即称为北路。右大士载，此一路线中有一商港，名为乌卡拉巴阿寇提 a， 乃提为巴塔普萨、伯利加、巴巴莱亚二商人经商之地。此二人为最早皈依佛陀之在家信徒。菩萨本原经印度佛教史平川章参阅乌卡拉4175 P 1587。北汉山位于韩国首都汉城之北，海拔836公尺，为古城之旧址，自古以来寺院林立。现存有祥云寺、道生寺、太古寺、华西寺、僧伽寺、金宽寺、文殊眼等。P 1587。北台指五台山。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岱州，地处北的，故称北台。自古为佛教圣迹，乃文殊菩萨之灵地。参阅五台山1192 P 1587，北齐文宣帝529、559，北齐初代皇帝550、559在位。名高阳，庙号显祖。在位时佛教隆盛，设有僧官管辖僧尼4余万，寺院4万余。帝曾召请国师法常宣讲《涅盘经》，任坛延为昭玄统，并诏命僧筹于叶都建造云门寺，且设置昭玄10统，任命法上为大统，以统领僧尼。禁止人民屠杀，每月6回，1年3回定期斋戒。即位之初颇为流行治术，之后以工业交金，肆行暴虐，无故杀人，习以为常。P 1587。
北夹指面向僧堂，其前门右侧之住处称为北夹。一般僧堂之建筑系向东而建，以前门而言，面向圣僧，安置于僧堂中央之圣像，则前门右侧之住处为北夹，左侧之住处为南夹。以后门而言，面向圣僧，则后门左侧之住处为北夹，右侧之住处为南夹。据禅院清规卷1附周范载，入僧堂之法，凡自前门入者，宜自南夹入，先举右足，所以不从北夹入者，乃尊重住持之故。既入之后，则于圣僧前问讯。P 1587。北和尚语录，请参阅北居简禅师语录。北居简禅师语录全译卷。又作北和尚语录、北语录。宋代僧北居简1164、1246传，悟出大观编。收于万续藏第121册。编辑台州般若院语录、湖州铁观音寺语录、安吉州圆觉寺语录、平江府慧日寺语录、小参、丙福、告香普说、宋古、寄宋、小佛事等，并附有石溪新月等人之序。P 1588。北语录，请参阅北居简禅师语录。北禅寺位于江苏吴县，又称北禅院。相传三国时孙权之母于赤乌年中238、251舍自宅建立此寺，原名通玄寺。于陈隋盛唐之世，昌大无匹。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改称开元寺。五代吴越于同光3年925又改称报恩寺。宋则一名万寿报恩光孝寺，明永乐年间1403、1424改称今名，别称北寺。明清以来，为大禅林，巨匠辈出，领袖东南。此外，梁天监年中，正慧禅师于其中筑佛舍利塔，塔高100尺，可看江湖河象之状。南宋高宗建炎4年1130，胡骑渡江，以为寺塔不利己，俱焚之。事定重修，只复9成。今虽存，然已非旧日景观。苏州府志卷39，大明一统志卷8，大清一统志卷55 ，P 1588。北禅烹牛，禅宗公案名。北禅指北宋云门宗禅师符延良雅之法寺智贤，以久居衡州、湖南、长宁之北禅院，世称北禅智贤。北禅曾于某年除夕之小餐时，对大众开示道：万续148、105下，年穷岁暮，无可与诸人分岁，且烹一头鹿的白牛，炊煮米饭，煮野菜根，向鼓佐火唱村田。何故？免见以他门户，傍他墙。鹿的指门外天井之地，或平安无事之处；白牛为清净之牛。故鹿的白牛一词，禅林用以喻指正悟究竟、体达清净自在之最高悟境。此一用语亦为本则公案之关键。盖北禅之意，为除夕之斋，本不应依照常例与他人共同聚食，而以自家一人
清净自在，了魔挂碍，炊煮熟米饭，调制野菜羹，且烧柴火，且唱言家曲，思乐无穷。言下之意，即指道之极意，不外来自自家自性之宝，而非一味沿袭旧有常规、常例等窠臼，亦不应以人门户，识人牙慧，不知发明自心，崛起自家本具之珍宝。禅院蒙求卷上 P 1588北藏目录，请参阅大明三藏圣教目录。北魏太武帝408、452及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鲜卑人，雄才大略，精于用兵。即位后驱还，并吞匈奴，将灭北燕、降、西夏等国，统一江北，与南朝相对峙。初时承继太祖、太宗之佛教政策，崇信佛法，礼敬沙门，并引玄高为太子师。使宰相崔浩奉道解脱道士寇谦之，屡于帝前诽谤佛教，帝以其辩驳，颇信其说。适逢泸水之胡盖无惧众谋反于信城，帝进长安，入义佛寺，发现便是中藏使兵器甚多，疑沙门为非法事，大为震怒，下命诛杀全寺四僧。崔浩复乘机进言，帝遂下诏禁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太平真君5年444复下诏，自王宫以下禁门，并限即交出私逆沙门，若有隐瞒则诛灭全门。太子拓跋晃肃敬佛法，再三上表谏言，皆未获许。崔浩又以太子进士及师沙门玄高，恐太子摄政于己不利，复进谗，密议将太子忧死境中，亦玄高于南郊。7年，帝下诏普灭佛法，所有浮屠形象及一切经，皆即破焚毁，沙门无论长少悉坑杀之。时太子之言虽不为所用，然亦使帝缓宣诏书，远近谕之。沙门多亡逆豁免，金银宝相经论亦多的密藏，为未尽之塔庙，无复结疑，史称太武法难，为我国佛教三武一宗之二中第一武之二。又于毁佛过程中，寇谦之反对彻底破佛，而主张应作部分保留，遂与崔浩起阵。其后寇谦之病没，崔浩仍继行毁佛政策。8年，宫中突起雷电，内殿倾倒，帝亦受伤。11年，帝离义立，群臣皆为系崔浩毁佛所致。时值崔浩自传卫使，书中蔑视胡族，触武帝之讳，帝乃下令腰斩，并诛其族人100余人。13年，帝因力而卒，一说为常世宗爱所弑，享年45，在位28年。太武帝末后，文成帝即位，佛教逐渐恢复发展。历代三宝记卷3、梁高僧传卷11，
魏书事老志第20 P 1588，北魏文成帝440、465及北魏第4代皇帝拓跋逊452、465在位。鲜卑人。继太武帝之后，于兴安元年即位，改太武帝之废佛政策，下诏复佛，任师贤卫道人统，负责教团之统治。一时佛教隆盛。师贤事继后，又任坛药卫沙门统，更稳固北魏佛教之基础。云冈石窟亦于此时开凿。坛药更以意为当今之如来、摩尼地香雕刻释迦像。P 1589。北魏孝文帝467、499及北魏第6代皇帝拓跋宏，后改姓元，亦为中兴北魏之英主。鲜卑人。即位之初，由冯太后辅政，实行班禄制、均田制等经济政策。亲政之后，致力于汉化运动，促进胡汉二族之融合，禁止胡服、胡语，并将首都由平城、山西大同迁至洛阳。孝文帝笃信佛法，常携太后至五台、云冈等地，听沙门开示，于少室山创建禅寺及今少林寺，请佛陀禅师住寺，并于寺内设立译经所。又继承其祖文成帝开凿云冈石窟，直至迁都为止。太和19年495，至徐州白塔寺，礼请当世高僧道登讲说成实论，并允太子拓跋新落法于松岳寺。21年，为鸠摩罗什造塔，以追慕其德。23年崩，享年33。佛祖统计卷38、卷51 P 1589。北魏宣武帝483、515及北魏第7代皇帝拓跋克499、515在位。鲜卑人。受孝文帝471、499在位之影响而信奉佛教，亲自于宫廷为诸僧与朝臣讲说维摩经。景明503年初，为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下诏于洛阳之南，仿大同云冈石窟，建造龙门石窟。因帝之倡导，一时佛教隆盛。延昌512、515年中，总计北魏之寺院多达13727所。然其后由于教团势力之逐渐兴盛，亦产生种种弊端，
帝乃下诏限制僧旨护制及佛徒护制之发展。P 1590。北魏道武帝及北魏之建国皇帝拓跋圭，鲜卑人，在位期间为登国元年至天赐5年386、408迁都于大同，尊崇佛教，以国家之力量推行佛教政策。元兴元年398，诏令广造佛寺、佛像，礼敬僧朗，且任法国卫道人统。P 1590。北魏僧慧生始西域记，又称宋云行记、慧生行传、慧生始西域传，附载于东魏杨炫之所传《洛阳伽蓝记》卷5大无1 1018上。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命敦煌人宋云及僧慧生北出西域至印度。正光3年522的佛经170部归。后人记载其取经经历而成此书，为现存6世纪时有关西域之重要记录。P 1590。半天婆罗门为双生毗沙门之片生。双生毗沙门通常为毗沙门天、多闻天与吉祥天之不二名合，于密教中分别象征胎藏界与金刚界之理智平等之理。另据西兰什业集卷38之记载，半天婆罗门往昔与多闻天同时发心，其后多闻天精进苦行，速成福智。半天婆罗门懈怠乐行，故犹处凡地。由是半天婆罗门大怒，立誓障碍修习多闻天法之行者。故知多闻天系表法性，半天系表无明。无明法性乃为相反之法，故此双生相悖而立。然无明与法性亦为同体，法性无体依无明，无明无体依法性，故此双生亦不相离。此外，据焰罗王供养次第大21376上502鬼众，半天婆罗门诸恶鬼众，则半天婆罗门乃一恶鬼去之先人名，
又称婆罗门仙。是门正统卷4 P 1590。半支家，梵名 Pisika， 又作半指家、半指家大将、斑指科、散支、散支家、斑蛇家、德叉家，为密教毗沙门天之眷属八大夜叉将之第三，为鬼子母之夫。据呵里底母经载，鬼子母名为欢喜，容貌端严，有5000眷属，常住支那国护持世界，是梭多大夜叉将之女。其后为半支家大夜叉将之妻，生500子。又杂宝藏经卷9大4 492上，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斑蛇家妻。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孔雀王咒经卷下，毗奈耶杂事卷31 P 1590，半月堂仪，禅林中，每月15日与30日，于僧堂仪式结束之后，所举行之布萨，称半月堂仪。又此类布萨通常多于佛殿举行。禅院清规卷1请因缘，万序11442下，或半月堂仪罢，或1-2日茶汤罢，各随住持人建立。P 1591。半月满月，半月即弦月，乃密教金刚界月光菩萨、月天等之三昧耶行。满月则比喻净菩提心圆明之体，并以月之16分比喻为金刚界会门之16尊。菩提心论指半月行及满月行之语，乃用以庄严宫殿或装饰身体之物。据理趣经载，他化自在天王宫以珠蛮、璎珞、半满月等而为庄严。P 1591半印，密教手印中两手所结印器之一半，称作半印。亦即单手结印，通常多以右手结半印。用于加持之半印有独骨、三骨、五骨、剑印等4种，分别称为半独骨印、半三骨印、半五骨印、半剑印。P 1591。
半字满字，此有四义，即就字体而言，指范与西坛章之生字根本，如摩多、母音、12字、体文、字音、35字等个别偏例，未成全字，以义为具足，故称半字；摩多、体文相合而成全字，以义理皆具足，故称满字。如皮迦罗论、范非 y Karale 及文法书。据北本涅盘经卷5载，譬如长者唯有一子，长者欲令其子受学速成，然因子年幼，故教其半字，而不教授满字皮迦罗论。此则譬喻中之半字，即指小乘声闻之9部经；满字皮迦罗论，则指方等大乘经典。同经卷8一载，佛陀说法，初说半字以为根本，举凡各种记论、咒术、文章、诸因等之实法，皆属之。凡夫学之以为根本，然后使能了知是法非法。就所说之法而言，实说是法未半，实说出世法未满。又出世法中说小乘未半，说大乘未满。就所生而言，生烦恼者未半，生善者未满。又生善之中，生是善者未半，生出世善者未满。就出世善之中，生小乘之行者未半，生大乘之行者未满。北本涅盘经卷8载，半字为烦恼言说之根本，满字乃一切善法言说之根本。譬如世间为恶者，称为半人；修善者，称为满人。涅盘经义记卷4，慧远出三藏记集卷1，大涅盘经书集藏，西坛藏卷7，安然于教案方面，历来有谈无称、慧远、菩提流之、智以、窥基、湛然等人，根据半满2字之本意转用为交相判释之独特解释。诸师所判例之说法不一而足，然大抵皆以此二教分别表示大、满、小、半、成二教。参阅半满二教1597 P 1591。半至大社星为日本丛林仪规，每年夏季4月16日至7月15日为雨安居，冬季10月16日至一年1月15日为雪安居。日本临济、曹洞等宗派特于雨安居及雪安居期间，中间各以1周为期，举行接心之座禅会，以利僧众收摄其心，令身心达到静止之状态。因雨安居亦称半夏大阶心，故本志又称半志大阶心。参阅安居2398，阶心4580 P 1592。
半拉城位于东北吉林珲春县之西约4公里处，推定为唐初所建之渤海国东京龙元府之遗迹。四周围有一座数百公尺长之土壁，其中从南至北连续有土坛，土坛上有宫殿之遗迹。半拉城约以中央大街分东西两区，既有3座寺院遗址，东区有2座，西区有1座，并发现数尊二佛并坐石刻像，反映出法华信仰之影响。现今由佛像样式推测，或造于6朝末期，或造于受高丽影响之渤海前期。P 1592。梵果指阿育王所用以供养众僧之半指眼摩勒果，梵 Mela。阿育王之晚景十分潦倒，仍将一切资产悉作供养，临终前仅于半指眼摩勒果。王又以此半指眼摩勒果普施于鸡头摩寺，梵 Kurkle 众僧作最后之供养，因此而得自在。眼摩勒果类似胡桃，其味酸甜，可食用，亦可为药用。阿育王师办阿摩勒果因缘经，阿育王传卷3 P 1592。半者科但尼，梵语 Pakakdanya， 又作半者驱蛇尼，半者驱但尼。半者即5之意，科但尼指嚼啮之时，亦作5嚼时、5不正时。各部律记载5正时、5不正时时所说之种类互有出入，具有布皮奈耶卷36载5种可供嚼啮之不正时为根、茎、叶、花、果等无物。四分律书世宗义记卷5则为5种科但尼为枝、叶、花、细末磨石等。又此5种食物虽食用之，然不能饱足，故不宜作为正餐之食物。佛陀制戒时即规定，若食过5种正食，业已饱足，即不可再食用此类之不正食。南海记归内法传卷1参阅250 189 P 1592。
半者蒲善尼，梵语 Pakaphogen， 又作半者蒲舍尼。半者即五之意，蒲善尼指含淡之时，亦作五淡时、五正时。具有布皮奈耶卷36载，5种可供含淡之正时为饭、麦豆饭、肉、饼5种。四分律书日宗义记卷5，则为5种蒲善尼为饭、干饭、鱼、肉等。南海记归内法传卷1，参阅250、189。半者科但尼1592 ，P 1593。半个圣人，半个比喻少数稀有。半个圣人亦即圣人之一半。于禅林中，比喻极其含有之巨大威德者。祖堂集卷14时拱会藏章，师便抛下弓箭云：30年在这里，今日设的半个圣人。明觉禅师语录卷2，明觉禅师后录 ，P 1593。半夏即禅林下安居时，节夏至解夏3个月间之中见日。夏安居始于5月15日，就历4月15日，称为节夏；终于8月15日，就历7月15日，称为解夏。故其半夏之日为7月1日，就历6月1日。此日以前称前半夏，以后称后半夏。于半夏之日，堂头和尚与首座对大众表示祝贺之仪，大众并于当日加菜，以示庆贺。此一庆节即称半夏节，又称冰节。若于冬安居期间，相当于半夏节之日期为冬至之日。临记录大47505中，诗因半夏上黄帛。禅林象气间卷3节10门 ，P 1593。半那婆果，略称半那。据《大唐西域记》卷10载，其果形如冬瓜，熟则黄赤色，中有数十小果，大于鸡卵，果汁黄赤，味甚甘美。然西域记所载名称为斑和梭果及波那沙树之果、半那婆果之称，则见于可红音译卷1、玄印音译卷2、14等。P 1593。半坐，梵语 asana， 即让坐席之半分与他人并坐，意为其地位与自己同等。据阿含经卷41，
华首经卷一、佛本起经卷下等记载，世尊常因迦叶具有大德力，当众分伴作使迦叶作，系表二圣与佛同解脱床之意。另据法华经卷4载，世尊说法华经时，多宝如来出现，分伴作与世尊。至后世，二佛并作之说极为盛行，至有二佛并作之绘画、雕刻等传世。于中阿含卷11、四周经则谓顶生王因具有如意足通与大威德力，而得天地世之伴作。禅林中之分作说法及愿世尊分伴作与迦叶之故事而来，通常多用于形容首座代替住持说法度众之情形，故首座又有伴作直之称。于净土宗中，往生净土者坐莲花台上，留其伴作，以待来生与痛修之人共有法界，即持同一信心者得同一证悟之意。中本起经卷下大迦叶史来品、法华经论卷下、法华义书卷9、依观经等名班周三昧行道往生赞参阅分作1320 P 1593。半托迦，梵名 Pentaka， 16罗汉之一，又作半他迦、半托迦、半诺迦、盘陀迦、盘特、班土，或作摩诃半托迦、摩诃班陀，亦作道生、大陆边生、大陆。为中印度舍卫城婆罗门之子，及周利盘特之兄，常于书算、唱诵、四名、六座等诸学，具大智慧，有500童子就其受教。后闻佛陀说法出家，为9级证的阿罗汉果。其弟周利盘特则生性愚钝，然其后亦出家正果。增益阿含经卷3大2 558上，以神足力能自隐逸，所谓班兔比丘士，古来画其像者甚多，其中唐代贯修所画者，系于石上夫作巨夫作，通兼法衣，作2手持经卷读诵之像。然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注记等，皆以诗为16罗汉中之第10。清乾隆皇帝所撰之16罗汉赞，则列诗为第13罗汉，称巴那塔嘎。阿罗汉具德经
善见绿皮婆沙卷16，有部皮奈耶卷31，分别功德论卷5 ，P 1594。半寂，指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未乐，一寂之后半寂。据北本大般涅盘经卷14位，释迦如来于过去世为凡夫时，入雪山修菩萨行，从地势天所化现之罗刹闻前半寂，欢喜而更欲求后半寂，罗刹不允，乃是曰舍身与彼，而得闻之，故亦称雪山半寂。或雪山八字，新地观经卷1大3 295下，时佛往昔在凡夫入于雪山求佛道，摄心勇猛勤精进，为求半寂舍全身。又上记罗刹所说之半寂，或为系夜叉所说者，故亦称夜叉说半寂。云门匡真禅师广录卷中参阅雪山大士4828 P 1594。半晚，指从林中，从午斋结束至不时之中间时刻，称为半晚，约为今之午后30顷。其实，司掌御史事务之狱头、名古，通知大众开狱。备用清规卷7之狱条，万序11255下，半晚，狱头副首座，方丈、维纳、名古3下，中略、名古开狱。另据敕修百丈清规之说，则名古开狱之时为午斋之后所行。禅林象器间卷3节10门 P 1594。半超，指不完全超越。声闻4果中之第3果阿那含果，梵 Ngmin， 可分5种，称5种不还。其第5者为上流班，梵 Rodvasroda Paranervyin 之圣者。上流班又可分为3种，半超乃3种上流班一。不还，即已了脱欲界生死，故不必再返回人间受生。此类圣者为爱乐于慧之不还果的圣者，于色界16天中，或超越1天，或超越2天乃至数天，然非全然超越者，故称半超。杂阿含经卷27，显扬圣教论卷3，大乘一章卷17本 P 1595。半家思为像，一种以作造型之佛像，一般为左脚下垂于的，右脚横叠于左膝上，左手自然下垂，置于右脚踝上，上身稍前倾，屈右肘，右手五指或食，中2指支撑于右颊下，呈现思维之状。此类佛像
以悉达多太子司为相、弥勒司为相等较著名。此造型自古印度即有作品传世，原系表现悉达多太子出家以前之姿态。约有3种：一、太子于盐福树下，见农人翻土时，众鸟争食土中虫蚁，心生悲悯，而起思维。二、晋范王为祖太子出家之念，连日宴饮作乐，太子见诸宫女疲惫酣眠之丑态，而起思维。三、太子离尘出家，至苦行林，告别爱马监制，而起思维。我国流传之思维相多属此类。我国自南北朝以来即有半家思维相之制作。自5世纪请北魏时代已出现半家思维形之独立相，其年代最早者为太武帝太平真君3年442所造之石刻半家思维相。该像衣上仅附于身，造型时显见受到西方艺术之影响，因当时与西域诸国往来颇为频仍。5世纪后半期陆续开凿之云冈石窟，其第6洞、第7洞、第8洞等处亦有类似造像出现。右西安为当时东西交通枢纽，早为鸠摩罗什教化之地，文化极高，所造之思维像体态厚重，表现出高尚之品貌。此外，另有东魏武定2年544明荣爱洛七赵氏等造白玉半家思维像，此像乃东魏至北齐初期之半家像遗品。于北齐时代，造型渐趋定型，然其体态稍见丰腴，线条流畅富丽，显示出我国雕刻史上罕见之典雅风采。其代表作有后主武平元年570所造之白玉半家思维像。此外，韩国、日本之半家思维像亦深受北魏、北齐风格之影响。韩国最早之思维像，造于4世纪古新罗时代，另有造于6至7世纪请之金铜半家思维像，宝冠、玄长，线条洗练。日本则流行于飞鸟时代552、644，白凤时代645、707。广隆寺迄今犹藏有宝冠式与宝髻式2种半家思维像。P 1595。半家夫座，座法之一，又称半家正座、半家座、半结家、半家、半座、闲座，俗称单盘座，即单夫一足搭于另一足上之安坐法。若2足互交，置于2股之上，则称结家夫座、如来座。半家座有吉祥、降魔2种，以右足加于左骨上者，为吉祥半家座，密教多采此做法，亦称吉祥座、普贤家、金刚萨埵家、萨埵家于金刚、胎藏2部曼荼罗中，除虚空藏、千手观音、金刚藏王、般若等菩萨之外，其余数百尊菩萨皆半家夫坐于莲花座上，且以此做法对应于如来座，而称菩萨座。以左足加于右骨上者，为降魔半家座，亦称降伏座，多为禅家所用。
又据四分律卷49载，半家夫作祭佛陀特允丘尼之做法，以防止经行漏出或遭虫蛇侵害。此外，由于半家夫作亦称菩萨座，或为后世菩萨之雕绘多作女子形象之原因。悟空所神变真言经卷8，有部毗奈耶是卷31，摩诃僧指律卷40、18契印，禅院清规卷8作禅仪，参阅结家夫作5186 P 1596。半开半合，禅林用语，又作半合半开。本为佛学教相判事之用语，开为表全、表现之意，合为遮全、舍浅之意。于禅林中，常以此语表示一半合、一半开，不偏于任何一端。明觉禅师语录卷2大47、679中，龙泉与刀斧铜铁，立顿悬殊。中略卓然，卓然，一出一入，半合半开，平展之流，事变资速。闭言录第18则一1596。半装束念珠，乃念珠之一种，又作半装束束珠。全部以纯水晶串成之念珠，称为本装束或装束念珠，通常用于圣仪之法会，仅有部分为水晶，另杂以他种质料之念珠，称半装束，乃平日较常持用者。参阅念珠3215 P 1597。半路出家，出家，出离烦恼系缚之家，即出离在家之生活，专心修沙门之进行。半路出家，即指佛教徒中年弃俗出家。又一般俗语多以半路出家一语转喻中途改换职业，非自始即从事该行业，含有技艺尚未专精之意。1597半烙指小乘9部中之修多罗，在半满二教中被誉为半自教，在涅盘经5位中则被誉为烙位，故合二譬喻而称半烙。法华玄义卷10下大33 809下，若修多罗半烙之教，别论在第20，通论义至于后 P 1597。半满二教又作半满教、半满二自教。
即半字教与满字教之并称。半字原指梵语之生字根本及字母，满字则指集合字母所构成之文字。印度古代之毗迦罗论梵 Vaikarya 为一本著名之文法书，于5章中之第一悉檀章系名举生字之半字教，若以全部5章而受之，则属满字教。于佛教中，乃转用其意，以半字教引申为小乘声闻之9部经，而以满字教引申为大乘方等之经典。此种半满二教之分法，约同于大小二圣之分类。半字教乃根据北本涅盘经卷5与卷8之譬语而来。涅盘经载，如教育子弟，先教半字，后教满字毗迦罗论，故佛陀说法先说小乘9部经，后说大乘方等经典。除上记之外，有关半字、满字之解释，据出三藏记及卷1、涅盘经义记卷4上等之说。从所表之意义而言，说世间事，使生烦恼者，称为半字；说出世间事，使生善者，称为满字。历来诸师多以此作为教判之称。相传系北凉之谭无称及随之慧远，认为小乘声闻藏为半字教，大乘菩萨藏为满字教。2. 北魏菩提流之所立，为佛陀成道后12年中所说之教法为半字教，12年以后所说者为满字教。3. 智以及窥基认为半满二教及大小二圣之意。4. 今昔湛然以支配于天台4教及藏、通、别等3教为半字教，仅有原教为满字教。5. 涅盘论一书将此2教配于见教、顿教之说法，然其所谓见教指声闻缘觉之教，顿教指涅盘之教，与后世禅宗之顿见教法无关。总之，一切佛教可归纳为半满二教、全实二教、全假教与真实教，故全部之佛教教说亦可总称为半满全实。华严经书卷1、法华玄义卷10下、大乘法院义林章卷1、天台4教以及注卷上参阅。二教211，半字满字1591 ，P 1597。半莲华印，密教手印，其印象有2：一，略称半莲印，即莲华合掌之半印，乃12天鬼所指之梵天印，一般习称半莲华印。印相为右手作拳，按于右腰，左手无指相者而稍弯曲，高举略过肩头。2. 右手作拳，置于腰部，左手以拇指与无名指相捻，作取花之状。P 1598。半遮罗大将，半遮罗，梵名 PCLA， 又称班遮罗大将、密言大将、教令使、班遮罗旃陀，梵 PCLA、CAA， 意义为5个位；班遮罗犍图，梵 PCLA、GAA， 意义为5处。为密教毗沙门天之眷属8大夜叉将之一。据阿舍里所传曼荼罗载，此尊位于毗沙门天王之东第6位，乃半遮罗国之王，住于半遮罗衍那达弥拿国。
孔雀王咒经卷下，大孔雀咒王经卷中，大日经书卷5，大日经书演奥超卷15 ，P 1598。半泽家，梵语 Pa 或 Kansas， 又作半世家、半托、班图家、班扎。意义黄门，不能难，指部句难根或难根不完整者。诸经论说法不一，句句论卷3、卷15载。广义之黄门，泛 Pa 包括善揣、泛 Aha 难根全缺者，与半泽家、泛 Kansas 虽具难根，但不完整者2种。善揣有先天、本性与后天损坏之别。半泽家则有极度半泽家、半月半泽家、灌洒、入狱、半泽家3种之别。狭义之黄门则仅指半泽家而言。此外，据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卷8载，半泽家有5种：生变半泽家、极度半泽家、半月半泽家、灌洒半泽家、除去半泽家等。半泽家又可分生半泽家、先天性之缺根、半月半泽家、半月间不能、度半泽家、非极度则不能、经半泽家、行淫时则不能、并半泽家、后天性之缺根等5种。以上所述亦称5种不能难、5种不难、5种黄门。半泽家、善揣及2根共生者，依戒律规定，禁止出家、受戒。四分律卷35，顺正理论卷9，瑜伽师的论卷53，大乘法院义林章卷3，四分律刑事超资持记卷上3之1，参阅5种不能难1175 P 1598。半独骨印，密教印器之一，即不动根本印，为独骨印之半印，又作小独骨印。此印具有摧破之作用，用于辟除结界。其结印之法，据底里三昧耶不动使者念诵法记载，乃以右手中指以下3指握拇指为拳，食指数指即成印。若以此印右转即成结界，左转则成解界。P 1598。半钱，比喻实际修行之注意。如贫穷之人徒有树邻人珍宝之喜，于己却无半钱之时，以此比喻闻如来之圣教而不切实力行者，则于己时无丝毫注意。华严经卷13，大1068上，如人树他宝，自无半钱分，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P 1599。
半斋指持斋半日，亦即破斋之意。盖持斋之法，以一日为定准。若仅持半日，则所持不全，与破斋无异。通常全日之斋法，于一日一夜间，从今日之明香天大亮至一日之明香为止，亦即过今日之正午至一日之天明，不可禁用任何时。若至入夜时分，进食而破斋，则称半斋，以其仅自正午至夜暮持半日斋之故。又破斋之时辰，就昼时而言，称为半斋；就夜而言，称为破斋。其实二者同谓破斋之意。于诸经论中，注记载持斋具有各种殊胜之功德，故持斋半日者，虽有破斋之失，然自功德果报而言，有莫大之福德。故经律香卷44破斋由的升天条位大五3229中，半斋之福，由升天上，七世生人间，常的自然，一日斋60万岁自然之良。禅门中指早粥与午斋之中间时段为半斋，又引申指粥斋中间之点心为半斋点心，而于此时，在祖师为前献斋、诵经回向，称半斋供养或半斋讽经。禅林象契间卷3节10门就说云：在粥与斋之半，故曰半斋。中略：半斋者，实名也。此外，半斋又作判斋，因半二字相通，半斋即判斋。判有判事之意，判斋即判事献斋之意，故半斋亦指禅家献斋之回向文，或指献斋回向之法事。禅林备用清规卷6，诸回向宝鉴卷2，禅林象契间卷13讽唱门，指正午之斋，以日中午时为一日之正中，将一日对半正分，故称半斋。空华坛从卷2律院及禅院中称午斋为半斋，故知半斋亦作午斋之别名。又若过午斋之时限而进食者，称为非时食，为佛教戒律所不许。此等习惯称为过午不食。P 1599。半钟即小钟，为佛堂6物之一，其形量仅及大钟之半，又称幻钟、梵钟、形式钟。一般高约2尺或2尺以下，多悬垂于僧堂、法堂、廊中，以幻众、报梵等。又悬挂于佛殿者称殿钟，悬挂于僧堂者称僧堂钟。于禅宗入堂时敲僧堂钟7下，斋粥下堂放餐，但望巡堂及吃茶下床时，则各敲3下。赤修百丈清规卷下法器章，考信录卷1，持宝通览卷中半钟条 P 1599。半体指书写西坛文字母音字摩多之略体时所用之记号，系用于复合文字时，添附于左右或上下者，故称为半体。P 1600。
卡泰格根，西藏佛教格鲁派寺院中康村之职称，为杂务主管，任期2年。P 1600。卡拉诺斯 Kalanos 泛名 Kelly， 乃西元前4世纪中叶侨居印度，皈依佛教之希腊人。侨居印度之希腊人，为求道而皈依佛门出家者，早在阿育王时代已不少。因印度社会由于婆罗门教之专横墨守种姓制度，严厉排他而封闭之情况下，欲信仰宗教之希腊人，唯有选择超越种族、国家，具有社会包容性，且主张人类平等之佛教为其信仰之对象。根据美加苏的尼斯 Megasthenes 约350 BC 290 BC 一书之记载，亚历山大大王侵入印度327 BC 时，有学问渊博、通晓印度哲学思想之大修行者卡拉诺斯，是于亚历山大大王身旁，因利欲熏心，伺机谋害王，故受当时印度人之非议。其有关之资料记载于美加苏的尼斯断片第44号，斯特雷波 Strabon 15 I 68 P 1600。占指占卜，乃假及托宣、前兆、占星术等方法，与一种超越常人所可感知之事物接触而获得所欲知之情事。若解释为广义之预言，则系与精灵崇拜 Shamanism 等性质相同，而流行于一般社会者。佛教本来并未予以采用。代表东方之占卜，乃以周易为基础之卜筮。周易前之龟卜及混同道教思想之事，占星等皆已广泛流行于我国、日本。佛教与印度思想中，因其轮回思想极浓，故甚少采用占卜之法。在我国基于占察经所记载之占察方法，产生以善恶两字书之于四角木、轮香，于烧香礼佛后，直至以测凶吉之风俗。又根据灌顶梵天神比经，日本寺庙亦盛行一种御灸之占法。此外，又有阴阳寮、神指官等由特定阴阳家与神道家所掌持之职业。
P 1600。占星术，英语 astrology， 为吉星辰占卜吉凶之术，即依据行星与星宿之位置及形态，以占卜个人与国家命运吉凶之术，亦为一种判断善恶之术。自古各国均有此术。在印度，最早始于离距吠陀时代，有关之记载散见于吠陀文献。阿闼婆吠陀记载有多种关于现实之咒法，同时开始出现28宿、梵 A6ATI、NAKTRI 之名。至印度教圣典富兰那 Per 之时代，有一种最具印度风格之占星术出现。据推测，印度之28宿乃传自西方，附有去牛宿梵 Abhijit 之女星而成27宿之说，为印度占星术之特色。维拉哈米拉梵 Farhamihira 505-587为占星术者之代表，精于西方天文学者普利赫特桑西达梵 Bhat Sahit 普利赫加达卡梵 Bhaktaka 二书，为古代占星术与判断吉凶之集大成者。夏尔兜拉卡如纳瓦达纳梵 Ardilakar-Vadna 易经在西元3世纪时被译为中文，先后有摩登伽经、竹律言、支签共译、舍头见太子28宿经、竹法护译等译名。此经集有关当时印度天文学及占星术，其内详述28宿之名称、数量、形象、形成、神座等，并说明出生在某星宿下者之命运、性格、职业之选择、日常生活之吉凶等事。西元6世纪之大集经及其他佛教经典亦有关于占星术之说，又有关于各种天文、占星之悉檀多梵 Sunday 一书之问世，西方12宫梵 Ri 亦于此时出现。由28宿、7曜、12宫组成之占星术，即为今流行我国、日本的占星术之源流。不空705、774所译之素要经为其代表作。佛陀反在其教义中原用占星术以及占卜吉凶。于佛入灭后，由于密教之发展，占星术遂发展为重要环。在我国、印度皆有很多占星法，以供养星为目的之陀罗尼梵 HRAI 不成多之宗教仪发达，其中以一行683 727所作之北斗七星护魔法为最者。北斗七星之信仰系源自我国之五行说，佛教亦采用之。在日本，透过汉译经典传入很多印度之占星法，由为密教之僧侣所用，占星术遂仪式化，至今仍颇为流传。大方等大集经卷20、三昧神足品卷40一星宿品、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大智度论卷8、大日经书卷4，参阅佛教天文学2671 P 1600。占相吉凶，指占卜命相，在佛教为5种邪命之一。佛陀禁止比丘学占卜，而说人之吉凶以求利养。
参阅五邪命1100 P 1601。占察指战事之法，在密教中，行者观自心为月轮或莲花，于其上观 A 字，变阿字为如意宝珠，并使宝珠遍满法界，其中悉现一切善恶之香，可以知吉凶祸福之秘法。大日经书卷4 P 1601。占察善恶业报经，请参阅占察经、占察经凡2卷，又称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业报经、地藏菩萨经、大乘十义经、见沙经，隋代菩提灯译，收于大正藏第17册。系的藏菩萨为生于末世之求善法者，应佛命而说之法。上卷详说占察善恶业报之法，下卷阐述大乘十义，即用木轮香以占察此人在宿世善恶之业及现世之苦乐吉凶等事。其做法乃将十善十恶分别刻在一小木片上，并写上身口意之名，画上长短深浅粗细之画，以及1至18等数字，投于静物上，以其所现文字占卜吉凶。下卷所述大乘十义之观法，为欲向大乘者，须先知所行根本之一时境界。学习之方法有唯心识观及真如识观2种观道。若能依此性解进去者，应修净土往生法。自隋代以来，依据本经而行灭罪之法者甚多，足知我国民俗与佛教思想相结合之一般。为历来此经被视为出处不明之为经，至唐代之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与开元释教录视为真经而收录之，传布颇广。明代之秩序者有占察经玄义1卷、占察义书2卷、占察刑法1卷，皆为本经之著书。历代三宝记卷12、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0、大乘起信论之研究 P 1601。去此不远，亦即阿弥陀佛去此不远。言极乐净土虽离此西去10万亿佛土，然有法位观念上观之，则去此作不远。观无量寿经大1、2、3、4以下，尔时世尊告为提悉，汝今之部。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细念地观彼国净业成者。据怀感知识净土群疑论卷6所举，去此不远之意有时：1、佛力不远
为若得佛力之加持，即可直见净土。2. 方便不远，为若观想方便之定善观，即可直见净土。3. 应现不远，为阿弥陀佛即伫立空中，若闻除苦恼法之声，则即刻应化显现。4. 自心不远，为若了达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之理，则理境相融，净土即自心。5. 守护不远，为佛常至修行者之处。6. 有缘不远，为有缘众生皆得见佛。7. 本愿不远，为依弥陀之本愿力，意想者必得成就。8. 来迎不远，为临终时佛菩萨来迎行人，故于娑婆世界即可见弥陀。9. 往生不远，为于一弹指间即可往生。10. 不放不远，为专心修行而不放逸，即为敬佛。此外，善导亦作3种解说，观经书卷2大37259上言阿弥陀佛不远者，中略即有其3，亦名分其不远，从此超过10万亿沙，即是弥陀之国。2名道理虽遥，去11念即到。3名为体等及未来有缘众生，住心观念，定境相应，行人自然常见。观无量寿经义书卷本 P 1602。去行指离秽土之行，即为往生净土而修之各种行持，或指以往生净土为目的之实践行为。去即行，善导将众生往生诸佛净土之共通行门，称为通去行；而将往生一佛国土之行，称为别去行。观经书卷1、卷2，善导观经玄义分观门义抄卷3 P 1602。去来经即指过去、未来、现在之3世，与过现位一词同义。经中常以此类用语泛指一切有为诸法生灭变化过程之时间。P 1603。
去来他国沉静，禅林用语。为远离自己之故乡而流浪他方，禅林中以之比喻舍离自心而向外求佛。P 1603。去来时有宗，印度古代外道16宗之一。又作古来时有宗，去来有时论，即主张过去、未来亦如现在之时有者之外道。大乘法院义林章卷1大45249下，去来时有宗，中略有去来世，犹如现在，时有非假。印度古代右派哲学中之圣论学派及时论外道皆主张此说。小乘佛教中，如说一切有部宗亦主张此说。瑜伽师的论卷6，显扬圣教论卷9 ，P 1603。去年解缚，禅林用语。为去除身上之黏附，于禅林中转至解去烦恼执着，以达自在无碍之境。碧岩路三教老人序，大48139下，若见水及海，任只作乐，不特大会忧之，而还物又将谓之去年解缚矣。P 1603。去历昨时，日本佛教用语。为去年之历与昨日之时，系日莲宗为天宗教理之评语。为同是根法华经而立宗，然天台宗仅能救度相法之事，无法救度今日末法之事，使世人蒙受利益，故有如去历昨时之无用。上野殿狱反释，日观心本得一抄，华出新成佛抄 ，P 1603。去会咒，又作去会真言。入册前后所唱之真言有5，其中去会咒为俺拔哲罗囊迦陀梭诃。洞上迦兰杂记 P 1603。去会符为袈裟之别名。
袈裟具有众多功德，能令众生去除淫、怒、痴等尘垢，令无瑕疵，故称去秽服。大净法门经 P 1603。司命指司掌人类命数之神，又作司命。据《佛说三品弟子经》《四天王经》《法院诸灵卷62所引净度三昧经》及《法院诸灵卷88所引提味经》等之记载，司命乃受帝释天之命，执司人类日常言行善恶而增损其年寿之神。然此日常行为影响年寿增损之说法，原系道教所盛倡者，佛教中除上记三品弟子经等之外，并不多见。且四天王经之中一本，曾由我国人加上若干道教学说，提味经2卷本，亦为刘宋时之沙门坛净所伪造，故皆不可据此而信之为佛教学说。又依谱字内篇卷6所载，因犯过恶轻重，夺受亦有等差之说，与上述四天王经等说旨趣相同。且报谱字内篇卷6亦谓人体中有三尸之物，乃无有形体而属灵魄鬼神者，能治天上相，司命道人，禀告其人所犯之过失。另又有神亦能于月会之夜，至天上禀告人间所犯之过失，此类说法亦皆与四天王暗行之说颇相类似。由此可见，四天王经等之司命夺受说，实取自道教之迷信而混入佛教者。的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欲修十王身七经 P 1603。司马达等，我国南朝梁时人，又作司马达、司马达止。于日本继体天皇16年522至日本弘传佛法，著于大和、今之奈良、高市郡田园之草庵，并安奉佛像于此，为日本民间输入佛教之始。后被赐以安部村主之姓氏，于日本文化之发展贡献颇多。其子安部多须那及女安部岛皆出家，号魏、得其及善信尼。孙魏安作鸟佛师，乃制作飞鸟佛像之第一人。日本书纪卷20，元亨氏书卷17 P 1604，可中禅林用语，意指假若、恰好或谓纵使、纵然、犹若等，乃唐宋时代之方言，禅林亦习用之，为禅僧言谈中之惯用语。
为山景侧，万序111-146下，可中顿悟正音，便是出尘皆见，方言早未，可中正式之词，由俗云恰好也。P 1604，可见不对色，可见指肉眼可见者，不对色指不具障碍之性者。于各种色法中，由极为细物质组成，肉眼可见，具有色彩而无形体，不能障碍其他物质者，即指影、光、明、暗四者。P 1604。可见有对色，可见指肉眼可见者，有对指由极为细物质组成而具有障碍之性者。可见有对色，即指色境。又作有见有对色。该色法有眼等5根，色等5境及无表色等11种，其中色境为可见有对色，眼等5根与声等4境为不可见有对色，无表色为不可见无对色。如山河大地、草木器物等，具有色彩、形体，而能障碍其他物质者，皆为可见有对色。大智度论卷20，大25、212上，佛说3种色，中略有色不可见无对过色相者，是可见有对色；灭有对相者，是不可见有对色；不念异相者，是不可见无对色。P 1604。可弘，生卒年不详。五代人，活跃于后唐、后晋之际。初习儒业，后皈依佛教，博览经籍。后唐长兴2年931，着手新集藏经音译随函录之著作，历时10年而完成，凡30卷。总集玄印音译、慧韵音译、慧灵音译、西林音译等诸书，对古字、俗字等字形、点画、述说犹未详尽。P 1604。可弘音译，请参阅新集藏经音译随函录，可真。1064，宋代灵济宗僧，福州、福建、长溪人，世称真典兄，魏时双楚元之法寺，曾住龙兴府、江西翠岩山，故又称翠岩可真。后迁潭州、湖南长沙，到吴山。以其辩才无碍，名闻遐迩。至平元年世纪，已有翠岩真禅师语要一卷，收于续古根素语要。建中晋国序登录卷7，
连登会要卷14，加太仆登录卷3，武登会元卷12，续传登录卷7，禅宗正脉卷12，佛祖纲目卷36。1543、1603，明代僧。及子伯达官真可，吴江人，俗姓沈。四库提要是家类存目勿作，可真。参阅达官5678 P 1604。可真典兄，禅宗公案名。为宋代翠岩可真禅师开悟得法之公案。可真出头时，双楚元坐下时，楚元欲勘验之，乃问万序148、140下如何是佛法大义？可真答：无云深岭上有月落波星。楚元斥道：头白齿黄，犹作这见解。可真闻言，垂泪求楚元指示。楚元道：可问我。可真即以前语问之，楚元乃不急不徐答：无云深岭上有月落波星。可真闻其语，豁然典兄，明达大法，了魔所致，而开悟得法。禅林中遂以此一因缘而称可真为真典兄。盖可真答楚元之问，与楚元答可真之问，其语皆谓无云深岭上有月落波星。此语本即大自然云，月之有无，或款款深岭上，或漫漫落波星，皆所谓法而自然之意，以之直指佛法真意，乃用表一切无非诸法实相，无需些许矫饰造作。然可真元虽知此中道理，奈何自信不足，所见未彻，待楚元斥矣，犹作这见解，不禁惊惶泪下，打破从前所知，以为佛法另有境界道理。直至楚元亦以同语答之，方才顿明玄旨，从此了魔挂碍，真正超越之层面而入于悟道之境。禅院蒙求卷下 P 1605，可得相似过类，因名用语。为古因名之祖独目所立因名，似能破14过类之第5。于因名论事中，敌者、问难者、对于立者、立论者所举正确的因理由，强搭非难其为过失之过误。
如对佛弟子所立身世无常宗命题情永无间所发性故因犹如平等欲譬喻之量论事敌者欲破之，遂强言电光是无常，不以情永所发为因，以可见故无常，深亦不以情永无间所发为因。于上述对论中，佛弟子以情永无间所发之理由证明身世无常，盖情永所发者必是无常，未见情永所发而为常住者。然无常并非皆以情永所发为因，无常包含甚广，情永无间所发仅为其因之一部分，如电光非情永所发，亦不妨谓无常。敌者不见此理而妄加非难，以相似之理由辩驳之，如此即犯可得相似之过误。又相似一词指似真而非真之道理，即一般所谓之似是而非。英明正理门论本，英明入正理论书瑞元记卷8，参阅14过类415，英明2276 P 1605。可从1420、1483，明代曹洞宗僧，洛阳河南人，俗姓许，号无方，世称无方从禅。从福元丰出家，先后参谒龙潭顺密、宪超化宗等诸师，稍有弃入。复至少室山参礼具空气冰禅师的陈应记，并四极法，遂隐于夹入洛阳西定国寺，不久开法于菩提寺。成化9年1473，承继少林法席。18年，应均州河南知请，往住观音寺。19年6月世纪，世寿64，法腊40。续登统卷31，武登全书卷61，武登会员序略卷1 P 1606。可惜许，禅林用语，又作可惜乎。许、与、乎均为语助词。碧岩录第38则，大四八175下，血云：灌掉金泥尘俱尽，却皆挖布泥沙，悲注思。可惜许也有出生处，可惜放过。P 1606。可乡1206、1290，宋元时代临济宗杨岐派破眼派僧，台州宁海浙江人，俗姓格，号觉岸，为无准师范之法寺，历住嘉兴府浙江、刘洪兴圣禅寺、温州浙江、燕山能仁禅寺、越州浙江、九岩慧云禅寺、天台浙江、护国广恩禅寺、临安府浙江、崇恩演福禅寺、温州江兴龙祥兴庆禅寺。
宋度宗咸淳8年1272，住于福州（福建）雪峰山崇圣禅寺约10年。其后谢院士，退居杭州宝寿寺，复受请众住雪峰崇圣禅寺。至元27年逝纪，世寿85。以古奉归雪峰，于西眼见塔。已有绝案和尚语录1卷。纪登录卷3，曾续传登录卷4，续登存卷4 ，P 1606。可睡斋，日本曹洞宗寺，位于静冈县代井市。应永14年1407，如众天营开山建立，其弟子一尊又见东阳轩。德川家康被武田信玄追讨时，曾一度隐居此的。相传德川曾酣睡于礼盘上，故改寺名为可睡斋。其后寺运腾达，名僧云集，为东海道首屈一指之曹洞宗名刹。P 1606。可漏子，又作可漏子、可漏，即古代禅林之信封或书信带。可漏原指壳漏、卵壳，为书状或书信封入桶中，如虫等之容身壳内。赤修百丈清规卷2、卷3之银呆尊宿，山门请新命斋遗书讣告。新手作特为后唐大众茶等各条之事状，皆采用此一名词。后世遂用于祭文、书文、劝请文等。其格式如下：禅林象器间卷15文书门，指人之肉体，含轻蔑之意。洞山禅师语录，大47 515上。师问僧：离壳漏子，向什么处与无相见 ？P 1606。可观1092、1182，宋代僧，江苏华亭人，俗姓戚，亦说父，字义翁，号解空，竹安。16岁受具足戒，学天台。初依指南平经为，后闻车西则清禅师深圳江浙，复即从之，得其法。南宋建炎初，住持嘉和寿圣寺。绍兴年间1131、1162，转住当湖德藏寺。讲经余暇，则补助人家经。其后移住降福寺，因染疾退隐至当湖南陵之竹安。道7年1171，应丞相魏把之请，住持北禅天台寺。淳熙7年1180，受魏献王请，为南湖庆寺之主。魏久，又归隐当湖之竹安。
淳熙9年逝纪，享年91。生前，大惠宗杲曾游径山前来相与言谈终日，遇之以教海老龙。其法寺有北峰宗印、智行守明、神变清义等人。重要著作有《楞伽说题集解补注》4卷，《蓝盆补注》、《山家义院》各2卷，《金刚通论》、《金刚世说》或《金刚世愿》、《圆觉手见》、《竹庵草录》各1卷等。佛祖统记卷15、卷25，是门正统卷7，是世纪古略卷4，佛祖历代通载卷21 ，P 1607。古三论指瑶琴时鸠摩罗什所传之三论宗，系自龟兹国之刹车王子传于罗什，罗什至中国后，道生、塔季、道朗等传承之，为别于唐代日照所传之三论宗，故称此为古三论。另有一说，即梁武帝时僧权于山指关寺弘传三论之学，自僧权以后之三论学被称为新三论。相对者，罗什之门人僧肇、道融等人于关中所弘传之三论学，则被称为古三论。参阅三论宗676 P 1607。古今佛道论衡，凡4卷。唐代道宣传，又称集古今佛道论衡，收于大正藏第52册，叙述佛道二教间论争之事迹，始自后汉明帝二教矫饰之事，终于唐高宗时于司承宣范义晕宅内平南庄异议之事，共计33条。其卷首关有龙朔元年之自序。又唐代智深传有续集古今佛道论衡1卷。大唐内典录卷10，开元释教录卷8，新唐书艺文志第49 P 1607。古今往生净土宝珠集，请参阅新编古今往生净土宝珠集。古今节录，请参阅佛祖正传古今节录。古今楷定释，凡4卷，又称观无量寿经书、楷定书。唐代僧善导613、681传，收于大正藏第37册。本书为观无量寿经之注书。书之后序为大37、278中，欲出此观经要义，楷定古今。所谓古，乃指承隋之净隐、慧远、嘉祥、吉藏、天台、智义等人所作之观经书。经则指与善导并释之净土宗诸师所释之观经书。楷定则意为决定是非，以为后世楷模之意。此书深为净土门之流所重视。盖净隐诸师主张自立修行，悟道成圣，而善导主张集弥陀本愿名号之力以往生净土。然圣道之理艰深难悟，故历来之净土家多崇善导之说。
全书分为玄义分、序分义、定善义、散善义等4篇，每篇各1卷。玄义分总说观无量寿经之要义，兼破古今各家之谬解，并疏通经中疑难之处。其余3篇则就经文之文句逐一解说。往生要集义记卷5，观经玄义分传通记卷1 ，P 1607，古今独漏隐显无方，禅林用语，形容佛法之大道超越时间、空间，常独立而显露。古今即表示时间，无方即泯绝方所、位置等，表示空间。独漏于古今之间，而或隐或显，无有定处，此即超越一切时空之意。禅林中常用此类概念来表示佛法之真理，非时空所可干涉局囿者。圆通大印国师语录卷上大8095下，古德云：若是全举宗臣，汝等诸人向甚处领会，所以古今独漏，隐显无方。P 1608。古今易经图记，凡4卷。唐代静脉传，又称易经图记，收于大正藏第55册。虽依隋代废长房之历代3宝记，但改定易经时代及译者顺序，并删除易经事实不详者。列记自汉明帝之迦叶摩腾以下，至唐代玄奘3藏为止，共117人所译之经论，其下一一附载译者之小传。本书原系静脉题序，古今易经图变，画于大慈恩寺易经堂内壁上之文。其后开元18年730，智深撰序古今易经图记1卷，增补自制通志金刚志等，共21人所传译之经论。宋高僧传卷4、卷5，开元释经录卷11、卷13。P 1608。古月1843、1919，清末曹洞宗僧，福建福州人，俗姓朱，字元朗。18岁持斋，20岁至鼓山出家，参究要。曾于灵桥岩坐禅，具入夜时，可见其于岩上放光，能降伏巨蛇、猛虎，并能为人治病。故福建士大夫多参僧。
俗皈依者数千人，鼓山涌泉寺因而隆盛。此道场与当时代表灵济宗丛林之金山、高明等规制相同，且兼修净土法门。居重福寺，或隐于岩洞中，或茅屋，隐显不定。民国8年7月，沐浴焚香，以念佛作祭，享年77。中国佛教史卷4，蒋维桥1608。古代宗教只存在于古代文明社会，而今已不再流传，然仍有文献可考之宗教。始于古代而迄今仍存者，如佛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不在此列。最早之古代宗教首推埃及宗教及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其他如小亚细亚宗教、腓尼基宗教、希腊宗教、罗马宗教等亦皆属之。大多出现于文字历史之早期，国家出现之际，尚承史前宗教，然业已超越其自然崇拜与拜物教之直观性。所崇奉之神灵趋向拟人化，而仍存有半人半兽形象之神。神灵之社会功能见多于其自然功能，涉及之对象自生死受妖、物产丰切等，见扩及伦理、社会、哲学等问题。宗教经典开始出现，法术大行，祭司僧侣地位渐显，人数增多，宗教组织与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等，为宗教演化始中化时代之特征。P 1608。古田绍清1911，日本佛教学者。1936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毕业，历任东京教育大学、北海道大学、茶之水女子大学、日本大学教职，长期从事东洋哲学史、佛教学等之研究，曾先后编辑《铃木大拙选集》、东洋名著、中国篇、中国佛教名著，著有《佛教与印度思想》、《觉观论校注》、《禅论》、《净世禅者》等。P 1609。古仙应元1295-1374，日本灵济宗僧，又称古仙应元，萨摩鹿儿岛县人，出家于圆觉寺。文保2年1318，渡海来我国，参谒天目山之中峰明本，而为其法嗣。嘉历元年1326，随清拙正成归返日本，驻惠林寺，又立驻净治、圆觉、建长等寺。应安7年逝纪，世寿80。赤氏正宗广智禅师，其门派称为古仙派，为日本禅宗24流之一。武登言统卷23，本朝高僧传卷32 ，P 1609。古印度早期佛教艺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西元前3世纪至西元前后之佛教艺术。
今日残存之遗迹有阿育王之摩崖石刻及石柱之雕刻等。当时所立石柱现存10处，其中以葬于鹿野苑博物馆之狮子柱头为最著名，柱头高7尺，上部雕4只狮子，狮下为一鼓，鼓边有浮雕之狮、马、象、牛4兽，神态生动，琢磨光华，居世界艺术史上重要地位。当时并建有许多石塔以藏佛设立，塔外围以雕有浮雕之石栏，今存者以北印度山崎 SNCH 大塔较完整，包括3座塔及祠堂、僧院等，各塔门均刻有佛本身及佛传故事、菩提伽耶、梵波提一。大塔近代已重建，但外绕之石栏仍为古代雕刻之旧物。另一大塔在巴赫特 BH Rot。除东部塔门外已残毁，其残余石栏今葬于加尔各答之印度博物馆。勋加王朝梵 UGA 187 BC 75 BC 时，更将早期巴雅、贝德萨、巴赫特、山崎等地之佛教艺术推展至更高境界，主要表现于塔、寺及窟殿中。由于当时佛教徒认为佛陀乃超人化者，无法具体表现其容貌，故凡代表佛者均无具体形象，而以塔、菩提树、佛座、法轮、佛足、佛法及其他如佛、佛衣、三宝标志等象征之，如以象、莲花象征佛诞生，马象征出家，佛座象征降魔，菩提树象征成道，法轮象征说法，塔婆象征涅槃等，而形成此一时期佛教艺术之特色。P 1609。古英明，指英明之集大成者成那以前之英明。英明在印度发源甚早，据传为6派哲学中尼耶耶学派梵 New York 之祖祖母梵 AKAP 的所创，乃研究因、理由等之正真确无误、似是而非之学问，为破赤敌者、问难者，建立自家学说之方法。其兴其后，为各派所重视运用。英明初创时成立5分做法，即宗、命题、因、喻、譬喻、和相反理由、节相反命题，又设立9句因、14过类等规定，体系繁杂，而内容并不完备。至西元5世纪左右，佛教学者陈那改革当时之英明，确立因3项说，并改5支做法为宗、因、喻3支做法，简化体系，整备内容，使英明理论严谨周全。英明至此成为一完整之理则学。英明学家称陈那以前之英明为古英明，称陈那改革以后之英明为新英明。瑜伽师的论卷15，显扬圣教论卷11，英明入正理论书卷1，英明论书瑞元记卷1，参阅英明2276 P 1610。
古幡未卦，禅宗公案名。为唐代岩头全禅师接引学人之公案。据武登会元卷7岩头章载，有僧问岩头，万序138-117下，古幡未卦时如何？岩头答：小鱼吞大鱼。另有一僧亦如前问，然岩头答：后原驴吃草。针对同一问题，先云小鱼吞大鱼，盖违反世间一般之常识；后云后原驴吃草，又异于先前所答。此系岩头以任运自在之精神，来破除学人年富于寻常事理之执着。P 1610。古佛对先佛或古德之尊称，即指古时之佛、过去七佛，或指辟之佛、释迦、卢舍那佛等，或对有德高僧之尊称。大日经卷2大1811下，当广说灌顶，古佛所开示。大宋僧史略卷上大54237中，汉末未出，传译建成，或翻佛为众佑，或翻辟之为古佛。又据六祖法宝坛经载，古佛应是数量不可计，今以七佛始。故知古佛亦指过去七佛。禅林中用以尊称有德高僧者，有赵州古佛、曹溪真古佛、弘治古佛、仙师天童古佛等，屡见于禅录。至于古佛心，则指佛心一词。景德传灯录卷28、碧岩录第16则、从容录第42则、续佛祖统计卷1蒙润传 P 1611。古典指佛经或祖师先德之著作。佛教具有远非其他宗教所能比较之浩瀚圣典，其中大多具有永远保存之价值。此外，祖师先德著作能比拟圣典者亦极丰富。凡此皆可称为佛教古典。通常佛教徒都很重视佛、菩萨、祖师、先德之著作，一般称圣教。唐朝湛然之法华文具记卷10下大34359下，一句染神贤资彼岸，日僧空海在梵网经开题中一言，大622中，一一句句，一一字字，皆是诸尊法曼荼罗身，言下自有尊重古典之意。为摩诘所说经卷下法供养品，则为大14556下，依于义不依语，依于智不依时，依了一经不依不了一经，依于法不依人，此即所谓41。因明中依从圣贤之言教而量之义理，称为圣教量。此系自另依观点来尊重古典。禅宗标榜不立文字，强调拘泥文字之弊害，然绝非排斥文字所表达之法义。故于丛林中及其尊重古佛先德所传下之佛典祖录，其禅者如能娴熟佛陀或高僧之言教，并以之见照一己之灵心，则舍邪归正，舍实归真，称为古教照心，或照心古教。P 1611。
古念1842、1916，清末禅僧，湖北钟祥人，俗姓舒，字清仪，号幻影。家贫，弱冠时，父母双亡，投义中之文昌阁出家，行脚至浙江天目山禅源寺，寺法于广福清。后游金山、九华山。光绪20年1894，结毛于五台山。居6年，至北京龙泉寺遍览藏经，时值义和团事变，北京城内四处骚动不安，读师所著之四兵马绝迹，故道闻日高，请益者日众。晚年移居广济寺，开讲经论，皈依者1000余人，北京佛教因而大振。民国5年冬，在寺中建水陆道场，抱病登坛说法，道场终了时，端坐事迹，享年74。建塔于大洋山，遗著有宗净节要4卷，世人奉为近代临济宗之高僧。新序高僧传卷26，中国佛教史卷4，蒋维桥 P 1611。古拙微笑，英语 archaic smile， 指同于埃及、希腊初期之古雕像所呈现具有特殊风格之微笑。如六朝之云冈石窟、日本之飞鸟雕像、白凤雕像，建于天平时期等，其口之两端微微上扬，呈现微笑之面容，为古代民族表达感情之共通方式。P 1612。古舍寺保存法为日本于明治30年1897所制定之法律，旨在保护古舍寺建筑及古物。明治维新掀起西化之风，就文物不受重视，致有神佛分离、废佛毁寺之举，而使古艺术品及寺院遭受甚多毁坏。经有识之士极力呼吁，政府始设立临时保物取调局，进行探访，鉴定全国具有历史及艺术价值之宝物。然已缺乏法律上之强制力，故维护古物之效果不彰。于明治30年公布古舍寺保存法，于内务省明治44年移交文部省之下设置古舍寺保存会，负责古物之维护、等级鉴定。又各舍寺皆定有坚守者，如有窃取、毁损之事，则依法处罚，其费用皆由国库支付。此一法律附有数款关系法规，规定古舍寺保存会之监督者、内务大臣、组织编制及各类预算等。截至昭和3年1928，被列入特别保护之建筑达1000余座，国宝3600余件。此法成立之后，有关之法规迭经修改，至昭和4年3月订立国宝保存法，使废止古舍寺保存法。P 1612。古则即古德所示之语句。于禅宗举凡佛祖之言句，古德所垂示之语句，
古德悟道之公案、师家相见彼此勘验之问答等，皆为后世参禅者所尊为规范之法则，故称古则，或并称古则公案。此外，古德之言行风格、仪范，则称古格、古仪、古哲。P 1612。古亭禅师语录集略，凡4卷。明代灵济宗僧古亭善兼传，陶崇编，崇祯6年1633刊行。内容包括卷1之行脚、法语、说戒、心要、三昧玄章、景图、训图，卷2之三昧禅定、华严幻注略基、华严大义、是一宗头陀、无字直说、火炉头画、牛首日录，卷3之论、书、拔、颂，卷4之记赞、歌、七绝、五律、七律、杂体等。P 1613。古坤1892，清末僧，江西上饶人，字玉峰，号练熙。10余岁时出家于普宁寺，阅诸大乘经，在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一日，闻钟声而醒悟。咸丰5年1855，在杭州崇福寺阅明代僧优西传灯之《阿弥陀经略解元》中超感悟，自称优西传法之后裔，严持戒律，一心誓愿念佛往生，自定每日称念佛名6万遍，20回向。此外，又刊刻大乘经律及有关弥陀信仰之典籍，僧俗皈依者颇多。光绪15年1889，应禁果之请而著明州西方寺。光绪18年7月因入寂者有净土随学2卷、净土必求、莲宗必读、念佛要语、念佛4大要诀、净土自景录、净土神珠、西归行仪、永明禅师念佛诀、念佛开心颂、上品资粮等各1卷。总联集、净土圣贤录续编卷末、中国佛教史卷4，蒋维桥 P 1613。古清凉传，凡2卷。唐代僧会详传。书成于高宗永隆元年680至弘道元年683间，收于大正藏第51册。由于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记载文殊师利菩萨住清凉山说法，佛教界遂以山西五台山为文殊师利菩萨所在之清凉山。
有关五台山之事，除本书外，另有宋代严遗传广清凉传、张商英传续清凉传，而以本书为最古，故称古清凉传。书前附金大定辛丑年1181沙门广英之序。全书分5节，上卷1立名标化，说明五台山或清凉山山名之由来，及佛教徒以此山为佛教圣地之缘由。2风域理数，说明清凉山之地理位置。3古今圣，记述此山所存古今佛教圣。4石窟等。下卷4有理感通，记载五台山巡礼者灵感之事。5支流杂述，收录在家居士于五台山之灵异事4件。隋唐时代为五台山佛教全盛极，由本书可得知五台山信仰初期之情形。P 1613。古清规，又作古规，指唐代百丈怀海所编辑之各种清规，收录于《百丈清规》一书之中。相对者，则成立于宋代禅院清规以后之清规，称为新清规、清规。1613。古尊宿语录，凡48卷。宋代则藏主、僧挺守则及灵谷寺境界重孝。今收于万续藏第118册。内搜罗南岳怀让以下马祖、百丈、灵济、云门、真净、佛眼、东山等40余家禅宗明德之语录，多为景德传灯录所未载者，乃研究南岳以下禅风之制要典籍。明万历年间北藏重修时，曾收入大藏经中，然缺其序、目次、传号等。继本书之后，宋代施明撰续古尊宿语要6卷，然仍以本书为较卓越之古尊宿语要，迄今犹著称于世。又则藏主原撰有古尊宿语要一书，仅有4卷，刊于绍兴年间。其内收集唐宋期间禅宗20家之语录，为本书《古尊宿语录》编辑之基本资料。粤藏之经卷42，大明三藏目录 ，P 1613。古建妙快，日本灵济宗僧。古建为其字，姓氏不详。早年出家，入孟石门下。其后渡海至我国，便游诸山，先后参谒数中运、楚时期、穆衍康等人。归返日本后，居于京都，颇受当时之幕府族利益们之信任，筑建仁寺。唐于伪与学海中经一堂之信并争于世。有语录语了换籍形式，生卒年与年岁均不详。本朝高僧传卷36 P 1614。
德，乃对古习有德高僧之尊称，或尊称古佛。景德传灯录卷28大51444下，先贤古德，硕学高人，博达古今，洞明教网，宜作纲。参阅古佛1611 P 1614。古德三灭，禅宗公案名。古德指唐代禅师马祖道一与药山为眼，灭即用竹劈成之长薄片，可用以树物或编物。一日，马祖道疑问药山为眼近来之物境，见解如何？药山答以脱落一切烦恼，而仅存真实人体。马祖乃欣然赞叹，万续148、117下所得可谓于心体，不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灭，树取皮，随处住去。意为药山对佛法之领悟、体会，已盈遍于全体身心之中，而无纤毫执着，故马祖应可知，为其可携带三条灭片，随处住山，接引众生。禅院蒙求卷中 P 1614。古德火抄，禅宗公案名。为住于四川巴州鲁祖山之宝云禅师，每有学人前来问法，宝云即面壁不语，故南泉普院以下之诸古德对此事有所评论。禅院蒙求卷上万续148、112上，罗山云：陈老师当时若见，背上语无火抄，何故如此？为一解放不解放。玄沙云：我当时若见也语无火抄，古德火抄之名即由此而来。武登会元卷3鲁祖宝云章，参阅鲁祖家风6203 P 1614。古德禅寺位于湖北汉口。清光绪3年1877，龙溪和尚开山创建，时称古德茅棚。光绪31年及民国初年均曾扩建，并改名古德禅寺。现存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幻觉舍、观音堂、藏经楼等。
大雄宝殿系仿缅甸阿难陀寺之形式而建造，布局精巧严谨，颇具艺术价值。P 1614。古德烂信，禅宗公案名。古德指宋代洪州白兆山之智圆禅师。一僧问智圆如何是万行，智圆答：万序14812一下，今年桃核也无，说什么烂信？智圆不就对方所问作答，而答以桃核烂信云云。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或颇有故左右而言他之嫌，然其本意乃针对万行之抽象化观念，意导学人入于无用而空玄之分别思量境地而说，而真正所谓之万行，实则应着重于眼前当下万事万物之境况，故若能领受，足履触即是佛法，即可了知何谓万行而直下承当。禅院蒙求卷中 P 1615。古镜，镜之功能，能映现一切万物，无有差别，故禅宗以之比喻佛性。景德传灯录卷16雪峰一存章，大武1328上，普请往庄中，陆逢显侯，诗曰：遮处身。一个背一面古镜，斋山僧道何？僧曰：况节无名，为什么张谓古镜 ？P 1615。古灵开背，禅宗公案名。为唐代古灵神赞禅师开悟后显露其机锋之公案。古灵出于福州大钟寺授业，后辞别本师，四处行脚，遇百丈怀海，使得开悟得法，乃返本师之处。一日，为其本师早欲开背，而于言辞应对之间，收放自如，任运无碍，显露其了悟禅法后之机锋。
武登会元卷4古灵神赞章，万续13863下，1日因早生，命师去购，师乃抚备曰：好所佛堂，而佛不甚，本师回首视之。师曰：佛虽不甚，且能放光。此则公案中，古灵出云：好所佛堂，乃以佛堂喻指其师之辈而暗示之。既云而佛不甚，则颇有慨叹之意味。其师无可言说，仅回首视之。至此，古灵把握机缘，乃更语：佛虽不甚，且能放光。如是欲禅法于机路，一放一收，了魔至爱，于雨墨动静中所显示之境界，显然业已超越其本师。P 1615。右手，印度自古以来，左手系用于如厕等不净之行为，反之右手则代表神圣之手，多用以触取清净之物。于佛教中，随各时代与宗派之别，所代表之含义亦不同。天台宗以合掌之姿势表示全实不二，左手即象征全身五蕴之应身佛，右手则象征实身五蕴之报身佛。于禅宗之曹洞宗，历来有所谓正偏之说，右手即表示正位，象征平等之理；左手则表示偏位，象征差别之现象。于密教，在各种仪式修法中，或结印器之时，每以右手代表智慧，属于金刚界；左手则代表理定，属于胎藏界。大日经书卷3大39612中，左手是三昧意，右手是般若意，实指是十波罗蜜满足意。密藏记本大867中，右手遍一切事，故名至金刚界也。中略，右手无指，金刚界无智。P 1615右班禅林集会时，大众于法堂内之左右两侧依序列位，称为两班。两序，位于右侧之知识位，即称右班或东序。P 1616右斜，右坐右斜卧，右斜狮子卧，狮子卧，狮子卧，即右斜向下，两足相叠，以右手为枕，左手伸直，轻放身上之握法，为比丘之正规握法。印度以来，佛教徒一般皆采用此一握法，而禁止左斜握、淫欲香、养生握属阿修罗之业，伏握属恶鬼之业等握法。中阿含卷20长老上尊睡眠经，长阿含卷3游行经 P 1616。右旋，右坐右回，右绕，即向右为旋。如佛眉间之白毫向右旋绕，称为眉间白毫香，为佛32相之一。观无量寿经大12343中，眉间白毫右旋婉转，如五须弥山。此外，印度自古所盛行之礼法，从右位以右向中央之佛塔、尊塑、长者等绕旋，亦称为右旋。参阅右绕1616 P 1616，右信力派
泛名 Dokrakta， 为印度教信力派之一支，系革除左道信力派不纯避风而一支派别，兴起于13世纪左右，奉费檀多派之杰罗范 Akara 757为派祖，参阅左道信力派1899 P 1616。又语即指道场书之文。禅灵修法会时，开始与结束所读诵之起白文，一般皆先序以某周某寺某甲指某事讽某经等，其次即为4、6文之书语，书语之首必有又辅以3字，故书语又称又语。所谓又，即指前述之事源、讽诵等，辅以则于其下详述其志趣、导愿等事。一般又语皆以简短骈俪之4、6文撰成。法会时，由维纳宣读书文，宣读至又语时，住持须跪于香炉前，称为又语跪炉。禅灵象契间卷15文书门 P 1616。右膝着地为印度之敬礼法，即以右膝跪的，右指尖处的，使右五在空，右竖左膝于上，使左足直着于地。右坐护跪，胡跪。据释门规敬仪卷下载，所谓护跪，即左右两膝交互跪的，乃有所祈请之意，或用于悔过受寿之仪式，多为比丘所用。若以两膝具的，两颈翘空，两足止住的，挺身而立者，则称长跪，多为比丘尼所用。法华经性解品大9 16中，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一心合掌。禅灵象契间卷10里则门 P 1616。右绕梵语 Pradakaya， 巴利语 Pradakaya。音译作喇特奇拿。右坐右旋，旋右，右绕。即以右向中央之尊像旋绕，以表尊敬之意，即尊像在行者之右手边，为表示礼敬之行道方式。印度自古即盛行此一礼法，以表示对佛、塔、尊俗等之敬意。无量寿经卷上大12 267上，稽首佛足，右绕三匝，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卷右观10章，大54 225中，喇字元，乃有多义，此中义趣，是表现行。特其拿，即是其右，总名尊辩之目，故时人名右手为特其拿手，亦是从其右边，为尊位辩，方合旋绕之仪。
然右宣之古亦甚多，依南山道宣之士门归晋以卷下，亦晋之南海既归内法传卷3之说，则向尊者右手边而宣，出于其左手边，是谓右绕；反之，即为左绕。另据道宣之关中创立戒坛图经，道宣律师感通录所载，则皆出东回左转，南出而返之说，是谓左宣之意。道宣于不同之著作所提出之绕佛做法各异，颇令后世产生混淆之感。若依据4分律形式超资持记卷下3世僧篇所阐释者，则知绕宣之时，本有绕佛与绕坛2种之别。绕佛时本乎致敬，绕坛则变乎形式。致敬则必须右绕，以表示执事之恭勤；形式则必须左绕，彼使尊卑上下合于轮序。禅林象器间卷10里则门中按禅林寻堂者，左绕而准绕坛仪；寻常行道者，右绕而准绕佛仪。又慧林因一卷21列出万字形与白毫右宣之图，准此可知，无论右绕、左绕，皆以尊者之左右为标准而绕行之。右绕之时，或仅绕行1周，或3匝，称右绕3匝、7匝，乃至100匝、1000匝不等，皆随礼敬者之意。较常采用者为右绕3匝，据贤者5戒经载，宣塔3匝乃表示礼敬3尊，以其灭除3毒之意。世事要览卷中意味，3匝表示3业，7匝表示7支。此外，有关右绕之功德，具体为波利经所载，右旋绕佛可得下列5福：1. 于后世的端正美色之形象； 2. 因身清妙； 3. 得以升天； 4. 生于王家，其位尊贵； 5. 终究能证涅槃。大智度论卷67，大唐西域记卷2，法院珠林卷37，万善同归集卷2 P 1616。右绕佛塔功德经全译卷，唐代时差南陀652 710译。右作绕塔功德经，收于大正藏第16册。本经系佛应舍利弗之请，以记宣说右绕佛塔之功德。出续再加重右绕塔可得夜叉鬼神等之清净供养，远离巴难，具妙色相，生于最尊之性，仪容端正等功德。次序出加重右绕塔可得4念处、4正勤、4如意足、4地根、力、觉、道、永离贪田痴、正独觉菩提等功德。开元释教录卷9，真元心定释教目录卷12 P 1617。照罪又作勾罪。密教中，行者为摧破无始以来之罪业，须召请诸尊圣者尽除其罪业，称为照罪。盖若就法体而言，3业之罪障及法界本具之功德，乃不可摧破者；然若自始觉修身之观点而言，众生欲舍断迷障情执，仍须即修法事能灭除诸种罪业。密教乃就此而有各种灭除业障之修法，并于教王经卷上观自在王修行法略出经卷4等各经轨中，详载有关此等修法所应节诵之引名。又所谓始觉，系指断破无始以来不觉之妄染，以彰显本觉众生所具足本来常住之觉体之德。修身则只借由修行之功而衍生始觉之德。P 1618召请，只劝请佛菩萨或召至人众，又称请召、引请。大日经卷7大1848下，召请如本教、密教中
于修法时召请本尊或圣众至坛上所结诵之印名，称为迎请圣众印，请圣众降坛印。若修护摩法，直接于护摩坛上修供养法时召请本尊圣众至护摩坛上即可。若于大坛修供养法，则须先召请至大坛，其后再由大坛召请至护摩坛。召请所用之印名，诸经轨所说不一，略有下列数种：一、结诵本尊之本印名，或加用大钩照印名。二、用佛部、莲华部、金刚部等3部个别之召请印名。三、用曼荼罗主之真言及各部办事明王、部母之真言。通常，诸部诸尊通用之召请系用大钩照法，或以此印名召请圣众，或加用本尊之本印名，此即如来钩。无量寿如来修观行供养仪轨，参阅召请方便真言1618 P 1618。召请方便真言，密教表示如来摄召之德之真言，意为迎请圣众或各部诸尊降临修法坛所诵之真言。又作如来钩、金刚钩，即南无三曼多婆陀南，归命一切诸佛、阿、行也、萨达罗、二和、罗底诃多，一切所害、达他皆多，如来、央具舍、钩、菩提者也。菩提行、利布罗迦、满足、沙诃、9。关于其结印之法，系先以左手拇指压其余4指指头，令环状，次以右手中、无名、小指等3指入左手之环中，右拇指压于左拇指之外，而屈入左掌内，捻右手3指，亦令如环状，舒展右手10指，而为屈第3节，令如钩形以召请之。大日经书卷13 P 1618。召请童子，梵名 Karya 或 Kara， 音译作阿杰罗撒也、阿迦罗撒尼，又作招请童子、招召童子、勾召童子，为密教8大童子之一，亦为文殊50者之一。位居胎藏界曼荼罗文殊院文殊菩萨左边第5位，密号普吉金刚。主召请众生至于菩提道之德。其形象呈童子形或童女形，顶有3髻，全身黄色，右手置于胸前，持独骨髻，左手持细叶青莲花，夹坐于赤莲上。其3昧耶行为钩，系表召请勾引之意。其印香，右手作莲华拳，食指为屈如钩。真言为归命阿杰罗撒也 Karya 召请钩来。
萨宗举录 Sarvakri 一切作阿然 J 教敕巨芒罗写 Kamrasya 童子沙呵 SVH 大日经书卷5卷13 P 1618。叩独楼之深处，佛事时，外道其欲叩打独楼，闻声即能测知此人所往生之处，乃至此人是男是女，由于合并而命中等生前事迹。然佛陀以一罗汉之独楼令叩之，则三叩不能知其往生处。盖因罗汉已证无余涅盘，不再轮回受生。五分律卷20大22-134上，其欲善别因生本末之相，佛将至种间，是五人独楼。其欲辩叩白佛言：第一叩者生地狱，第二叩者生畜生，第三叩者生恶鬼，第四叩者生人道，第五叩者生天上。佛言：善哉，皆如汝说。复是一独楼，其欲三叩，不知所知。白佛言：我不知此人所生之处。佛言：汝应不知。何以故？此是罗汉独楼，无有生处。此外，增益阿含经卷20声闻品亦有类似记载，为外道之名为鹿头梵志。摩诃止观卷7下 P 1619。教唤地狱为八热地狱之第4。教唤梵语 Rorava， 巴利语 Rorava， 又译作教地狱、啼哭地狱、嚎叫地狱。堕于此地狱受苦之人，痛苦不堪，傲气叫唤，故称叫唤地狱。常阿含经卷19对此地狱描述甚详，为诸狱卒捉狱中罪人，直入大火中煮沸之，又执于大上反复煎熬，令彼等罪人苦痛心酸，万毒病至，嚎叫尤甚。虽经如是诚挚折磨，然余罪未毕，故不令咒死，须更在3回金黑沙等16小地狱，一一受苦。又此地狱众生之岁寿极其长久，据于家师的论卷4载，此狱之1日1夜，相当于知足天、兜率天之4000岁，可见其10日之悠长难挨。生时若作密室以火杀人，或以熏烛闻味者，或偷盗、邪淫、饮酒等，则命中后即堕此地狱。此外，八热地狱之第5狱称为大教唤地狱，其狱中状况
受苦情形等，与此欲类似，为程度上更胜一筹。此二地狱经常被并称为教换大教换。大楼探经卷2、启示经卷2、立士阿毗昙论卷8、俱舍论卷11，参阅八热地狱311 P 1619。只得一诀，禅林用语，为指正的一半之法。诀原指截断之小木棒，或束于门中之短木，作为门户轨线之用，通常以两诀为一对，使能产生作用。故禅林中乃以只得一诀，欲指仅正的一半之法，或一之半解，殊无作用或意义可言。从容录第6则，大4823以上，堂堂作断舌头路，一死不再活，应笑皮耶老骨锥，只得一诀 P 1620。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禅林用语。为佛道只许以真智谛当之，而不许以世智辩宗会解之。老胡即指我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达摩乃南天竺人，而我国对来自西方之异族人多冠称为胡人。禅林亦因之戏称达摩为老胡。老胡之即指达摩之智，然此处为体的真理，契当真智之意。老胡之会，则指经由分别判断之作用而后才会解真智。盖佛道禅只皆须以真智契入体悟之，而不容许以世智辩聪作分别判断等之功夫。纵使是达摩祖师，亦不得以世智慧解之。必言录第51则，大48186下，诸人要会幕后巨魔，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自古及今，公案万别千差，如今吉林相似。P 1620。只管打坐，又坐只管打坐，只一心专一坐禅，不管其他。即不管坐禅有何意义与条件，但从摸索的摸索物之立场端地实践坐禅。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秉受我国末照禅之传统，受天童如镜参禅及坐禅之旨，而强调只管打坐之坐禅法门。雪亭和尚示众禅观测镜前及诸祖法语节要所收，大48110上，不管得力不得力，昏散不昏散，只管提思去。正法眼藏卷72，大82243下，先师古佛云：参禅者，身心脱落也。只管打坐使得，不要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资门警训卷6，普劝坐禅仪 P 1620。只赢得眼睛也落地，禅林用语。为不解佛理，误说佛法，而遭受眉毛、胡须掉落之报应，
更进而连眼珠子都掉落。碧岩录第8则，大48-148中，翠岩言夏末示众云：一夏以来，为兄弟说话，开口焉之嫩磨，看翠岩眉毛在磨，只赢得眼睛也落地，和鼻孔也湿了。上述所引，显示翠岩禅师于夏安居期间，必为大众多次上堂开示，然禅旨大义本意，言语道断，是心是佛，为要，故翠岩于安居末期先自说过，先自检点，以免他日遭人数落。P 1620。史利伐伊斯纳伐派，史利伐伊斯纳伐，泛名 Arva， 为印度教毗湿奴派之潘加拉朵拉派，泛 Pikatra 之一。在7至10世纪间，由一群在南印度塔米尔 Tamil 地方崇拜毗湿奴之吟游诗人所创立。其主张严禁对毗湿奴及其配偶神化身以外之一切礼拜，不承认有罗达泛 RDH 及利瑟拿之配偶神。其赞歌以达罗毗荼 Dravada 音乐唱和之，乃其一大特色。11世纪时，因主张制宪不二，说之罗摩那遮的领导，本派声势更盛。至13世纪左右，分裂为南方派泛 Tigala 与北方派泛 Fadagala， 迄今对立犹然。北方派尊重赞歌与吠陀，受信力派泛 Actai 之影响，尤以强调配偶女神之恩宠，此与南方派形成截然之分也。参阅毗纽天教3854 P 1620。史利纳格拉，泛名 Arnagara， 巴利名 Sernagara， 古印加什尼罗国，泛 Kansas MRA 首府。因就两旧都为阿育王，泛 Aoka 所创建，于课文称为 Serinagara， 亦称 Perdihna。其位置约在今之旁多雷坦 （Pn） 距新都之南5公里之地。在大王统史巴 Mahvasa 中，最初提到佛教之记事及记载营造此旧都之事。新都为普拉瓦薛那泛 Pravasena 二世所创建，亦称为普拉瓦拉普纳泛 Pravarapura， 相当于今之史利那加 Srinagar。在大唐西域记卷3加施弥罗国之条及行故城分其旧2城。P 1621。史坦因 Stan Sir Marcoro 1862-1943，英国东方考古学学者，本籍匈牙利，年轻时曾至印度，精通梵文。1899年以来，至伊朗、印度西北部、中亚、中国大陆西部等处探险调查，而造成考古学上之重大发现。其中，于新疆省塔里木盆地、于田等地
发现古文书、古壁画1901，于敦煌发现千佛洞之古经典类1906、1908，并以极度低廉之价格向当时千佛洞之住持王元禄道士榨取经卷9000余卷。事后发表5巨册之报告书塞林迪亚 Surendia 1921，而于国际汉学界引起敦煌学之狂热研究风潮。其所携回之大批经卷，现今存于大英博物馆。除上述事迹外，又于蒙古、帕米尔高原、阿富汗等地发现古代交通要道1913、1916。于考古学界声誉甚隆，后客死于阿富汗。主要著作另有《Chronicle of Kings of Kashmir》3 vols 1900，《Sandbury Ruins of Khotan》1903，《Ruins of Desert Cathay》2 vols 1912，《The Thousand Buddhas》3 vols 1922，《On Alexander's Trek to the Indus》1929 On Old Routes of Western Iran 1940 p 1621。史前宗教指成文历史出现以前之宗教，实质上属于原始宗教，但一般专指从考古发掘与典籍所载远古传说中之宗教，为就宗教起源之重要课题。部分考古发掘遗址所发现之初期宗教，已具简单文字或文字雏形之记录，但极不完整，迄今尚无法详尽辨认。如意大利半岛之伊特鲁利亚宗教、中南美洲之玛雅宗教与印加宗教等，皆属于此类宗教。我国因虚假古中发现之宗教现象，有时亦被列入此类。P 1622。史曼尔塔派，史曼尔塔，泛名 Small-Rta， 印度教之一派。此派依据之根本要点为圣传，泛 Small Titanium， 有其是家庭经，泛 Ghya Astra， 于家庭内实修种种简明之祭祀仪礼，后扩大范围成为一派流行。其特色为礼拜五神，毗湿奴，泛 Viu， 湿婆，泛 Iva， 杜尔加，泛 Dirk， 太阳神，泛 Esria， 智慧学问之神，泛 Gaea， 即以无所供养为日常祈祷。其宗教性之实修，系以六派哲学中弥曼刹学派之教说为基础，哲学性之教理，则以吠檀多学派商杰罗，泛 Akar Syria 之不二一元说为依据。故其派祖或为弥曼刹学派之鸠摩利罗，泛 Kamrila， 或为商杰罗。现今此派于南印度及西印度奉商杰罗之学说，礼仪严格，北印度较为自由。P 1622。
史密斯 Smith Vincent Arthur 1848-1920，英国印度学学者，牛津大学印度学教授。自1871年以后，于英属印度政府任职，为联合州知知厅长官。1900年辞官，专事研究印度史，于1920年完成牛津印度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此外另者有 Asoka 1901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1904 History of Fine Arts in India and Ceylon 1910 Akbar 1917 p 1622。史穆尔蒂及涅纳克尔蒂，泛名 Smoltejnak-Rti，11世纪请至印度学僧，于阿里王藏 Maris 耶薛欧尔藏耶 Esod 时，印尼泊尔翻译家潘德马鲁奇泛 Padmarusai 藏 Rme Russia Rusa 之请，遂与书库修马蒂鲁家泛 Sk Madrigal 藏 Lariba 相伴入藏。然为久潘德马鲁奇罹患霍乱而没，两师未通晓藏语，乃转喜藏，为2州。其后师于达纳喀藏 Rta 暂以饲养度日。后又应夏尔薛扎普所耶纳姆叶鲁将藏 Dose Rusab Bsod Nams Rgio Fun 之请，而至曼恩伦藏 Sman Lus 讲说教义。又赴喀木州藏 Kams 之达隆塔藏 Dan Klo Tha 树立阿毗达摩俱舍论学派。其实师已熟悉西藏语，者有4作事，泛 K2 Pha K 一书，并将圣文书师立名等诵具秘密成就法事会名，泛 Ria Module and Mosaj Titanium Guyval Fedi Ftti Janadpa 真言义圣观，泛 Mandruta Fibayin 译成西藏文。另又者有题为语门，泛 Fakanamaka 藏 Samra Santiago 之文法书。师之纪年与岁寿均不详。著作除上述外，另有收于西藏大藏经丹珠尔之6真性安立，泛 A Tattva Fivasma 菩提心事著，泛 Bodhisattva K 瑜伽6知识，泛 Aa Yoga and Mod K 开眼仪轨，泛 Pratyh Fidi 金刚摧破陀罗尼优婆提舍，泛 Fate Ravid Ran Modhray Uday 等书。西藏大藏经总目录，日本东北大学 Sarat Chandra Das Paksam Johnson E. Ober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ible Latin Stone Part 2 P 1622
史希绰1876、1925，四川万县人，字玉如，或亦如、静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精通英日文，会解过人，任教于京师各大学。民国7年1918发心研究佛学，者佛教论理学，阐明因明学之旨趣，慨然以弘法立身为己任。后因聘为武昌佛学院教习，于授课之余，从事海潮音之编辑及著述。重要译著有《小乘佛学概论》、《因明入正理论讲义》、《中华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等书，更有《大乘起信论讲义》、《金刚般若经总纲》、《论有法差别相为因之分本作别作二法》等著作。其子史觉编其遗著为《慧圆居士集》，P 1623。台宗200题，凡15卷。日本天台宗僧智周1659、1743传，收录天台教义要论207题，包括遗宗要94题，有二佛并出、应身八央等论题。2. 一科43题，有三生成道、信念处断惑等论题。3. 问要70题，有教官谤正、心法行色等论题。本书以问答体，论述我国天台、金溪、四明等诸师之说及日本学者之一说。P 1623。台密指日本天台宗所传之密教，以瑞山延历寺、元成寺为中心。因别于空海所传之东四密教，东密故称台密。日本天台宗系承受台、密、禅、律四宗思想而成，其中除发展天台本宗之宗义外，以发展密教为最可观。其与东密最主要之区别有四：一、台密以三圣教为显教，以一乘教为密教；东密以大日如来法身说教为密教，而以释迦应身说教为显教。2. 台密主张圆密一致，东密主张密圣显烈。3. 台密认为大日、释迦二者同体，东密则为二者别体。4. 台密对金刚、胎藏、苏悉第三部大法并重，三者之中，尤其重视胎藏与苏悉的，东密则仅重金刚、胎藏两部大法。
台密所依用之经典为大日经7卷、金刚顶经3卷、苏西的经3卷，一字顶轮王经5卷，与指经1卷，并称五部经。其主要流派有3，即根本大师流、词觉大师流、至正大师流，各以最澄、元仁、元真为代表。最澄被尊称为纯教大师，唐代时来华，于灵岩寺从顺小阿舍离受经胎2部大法及诸学，返日本后糅合天台与密宗教义，创立日本天台宗，特以止观、天台原教、遮那、密教为修学之规矩，提倡圆密一致说。第4祖词觉大师元仁亦来华，就全雅阿舍离习金刚戒之灌顶，又就元正阿舍离习金刚戒法。另于青龙寺就义真阿舍离受胎藏、苏西第2大法，就法全阿舍离受胎藏大法。其主张与最澄之说略异，为圆密一致之中应有一分差别，提倡理密是密，理同是别之说，亦即释迦与大日就理而言，二者相同；就事而言，则有差别。第6祖至正大师元真亦曾至我国，从般若达罗三藏学2部密印，又从智慧轮三藏习受2部密法，从法全阿舍离受经胎苏3部大法。其主张与最澄、元仁之说差异较大，阐明圆密二教之差别，例显列密圣之说。最澄、元仁、元真3人分别传承之密教，称为根本3流、台密3流。其中元仁之弟子安然为台密之集大成者，提倡理同是圣之说，以为大日胜于释迦。元仁下又有慈大师流，又作川流、黄庆流，又作古流等2流。即是相之大成者为黄庆流，复分出愿尊、三昧、佛顶、莲华、慧刚、智权、血太、法曼、功德、离本等分流，合称台密13流。此外尚有山4、6流之称者，即上述之三昧、血太、法曼与血太流分出之西山、叶上等2流，再加上至正大师流。台密9流相承，阿缩复超卷6合贯记，元密2教名目，密教发达志，参阅东密3305 P 1624。台衡，台指天台山之治矣，衡指南岳衡山之惠司。惠司为师，至以为弟子，后人乃顺口而并称2人为台衡，犹如一般习称之。曹董四交遗集解卷下，万序10257上，清凉观师云：撮台衡3观之玄趣，使教和王言之旨，心同诸佛之心，不假更看他面。参阅志矣5038，惠司6035 P 1625。据梵语跑的
音译作陀、跛陀、檀，为俱舍宗75法之一，为十宗百法之一。指全表示物之义理者，亦即能完全诠释一义之章句。俱舍论卷5大29上，俱者谓章，全义究竟，如说诸行无常等章，自印度佛教以来，俱乃构成表达法门义理而为诗句形式之要素，如法句经、巴德玛、泡达，即为此类法义诗句之代表。于我国与日本之禅宗，以句法形成之诗记、散文、警句等亦极为普遍。盖句有长短之不同。据大毗婆沙论卷14载，一颂若以8字为一句，32字为一颂，一记者，乃为不长不短处中之颂。诸经论中之颂与书写技术多依此法。又从6字乃至26字皆可称为句，6字者称为初句，26字者称为后句，少于6字者称为短句，多于26字者称为长句。又2句合集称为句身，而3句、4句以上之合集则称多句身。然经部即为十宗认为，句乃身上之音韵区，而别无字体。萨婆多不主张句若仅为音声而非全表义理者，则勾与音声有异而也有实体，为不相应行韵所摄。大乘入楞伽经卷3、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卷14、卷76、大智度论卷44、成唯识论卷2、俱舍论光记卷5、大乘法院义灵章卷1本，参阅句身1625。于禅宗，举凡言语、动作、境界等，亦皆可称为句，故有活句、死句之词，分别指含有意义或殊无意义之言语、动作、境界。类似之用法，另有句道义不道、义语，指言辞无义，妄执诸缘，计量分别而未能契合真理。五灯会元卷11页现归省章 P 1625。句身梵语 Padakla， 谓为十宗24不相应行之一，俱舍宗14不相应行之一。句乃全表示物之义理者，身即合之意。
若集合诸句，构成一完整思想，即称为句身。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句，乃表达完整思想，故称句身。另有一说，谓若仅集合二句以上者，亦称句身。如单云诸行、诸法等，称为句；然若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则系二句之集合，故称句身。又一句亦称句身。如《楞伽经》卷2载，大16494中，句身者，谓具有一身，自性决定究竟，是名句身。大毗婆沙论卷14，俱舍论卷5，俱舍论光记卷5，参阅句1625 P 1625，句记指佛教中之文句，记诵。摩诃止观卷7，大468上一句记，如而修入心成观，若闻声含法义之一句一记，而心生喜悦者，称为句记随喜。P 1626。句意，梵语 padrta， 为逐句阐释其义理，或指语句所言全之意义，或观念句与观念之内容所显示之事物义相近于范畴之概念，即一切事物如实具体的成立，而为其最基础者。印度六派哲学中之圣论学派将一切万有之实体、属性或原理等分类为10种，称作10句义。此外，密教解释真言时，通常先解释字义，其次才解释句义。大日经书卷4，大3962以下，真言中有字义，有句义。参阅10句义409 P 1626，句义灌顶，又作真言灌顶，为不空三藏所立五相灌顶之一。据金刚顶义觉载，修行此法时，行者观想本尊之真言及其义理，布列于全部身心之中。至于所尊奉之本尊，则依各部而别。此一行法适用于以受学法灌顶而未受传法灌顶之真言行者。P 1626。句权差别，谓以句权表其自性上义理之差别。盖句与名相对而称名，梵 n 乃直接权表诸法之自体者，即每一名词皆具有解释其自身含有何等意义之性质。句梵 pada 则为连接数，名以权表其自性上义理之差别者，故成为实论卷2位大316中名权自性句权差别。参阅名权自性2261 P 1626。
句语三昧，指于言语文句发妙悟而通达无碍。三昧为梵语 sambai 之音译，亦即一心专注于一处而不散乱，此处指专心于言语文句中之真意而得妙悟。盖言语文字虽仅为表达情感思想之工具符号，然亦不可见视为等闲坠物，此因其自身亦含有展现真意之性质，故于其中专心一意，亦能体得妙悟而融通无碍。P 1626。据论，密教修法中，行者将本尊之真言逐字观想部列为原名之字轮，称为句轮。据《大日经义释》卷11所载，凡行者持诵真言时，当逐字观想成为句轮，即观想本尊之心，心上有部列真言之原名字轮，轮转相接，令名了现前。又持诵真言时，观想其种子自犹如白乳，次第流注入行者之口，或注入其头顶，相续不绝，遍满其身，乃至遍于四肢。又于原名之字轮中，自常明了，如长流之水，无有尽期。如是持诵至疲惫已极，则注于寂静之心。大日经书卷14字轮品 P 1626。据双指凡2卷。日本临济宗僧东洋阴朝传。又作禅林剧集、禅林杂剧。本书分为乾、坤2卷，出有佛经及祖录，兼含道如百家，传及禅宗惯用之言辞对句。干卷用1言至5言对句，坤卷用6言至8言，2卷共有5000余句。日本贞享年间1684、1688，刊行之际，又附注诸句之典句，另增续500句。然本书之内文每有玉石相混之缺憾，出典亦有错误，为其阅览方便，故古来即广行于世。P 1627。
4.1为4种实质所照之境，可分为教一、礼仪机宜人仪，出自《法华经义记》卷2。即1教一为皆成佛道之教；2礼仪为一实相之理；3机宜为其感一果之机；4人宜为昔日之声闻改心即为今日之菩萨。此4亦皆归属于法华，亦即以教、礼、机、人4者开显义成。此外，方便至所照之境，即所谓3教、3人、3机之3系以教、人、机3者开显3圣，此乃方便法门，而非真实之教，故不说3理，因理无3圣之别。《法华经义记》卷3，别立果一，人宜因一，教之4.1，此系以因果为理，自礼仪中开展出因一、果一2种。再加上人仪教义而成4.1。天台智已于法华玄义卷7上，针对上述2种4.1加以论破，并于法华文句卷4上调和就说，设立教一、行一、人仪礼义之4.1。依天台家之解释，开显法华经方便品中译成，就教、行、人、礼4者，各阐明为一无二之旨，称为4.1开显。1教指能全之经典，因能全之经典为说义佛成，故称教一。2行指依其教而修之行法，以此行法为修义成之妙行，方能证实相之理，故称行一。3人指为开佛之见而修行法之人，其人为为菩萨，此以3圣之人同为菩萨，故称人一。4理指依行而开佛之见之所证，其所证为为诸法实相之义理，故称理一。P 1627。4一分常论，请参阅一分常论。4一切又称4种一切义。
指一切性、一切地、一切时、一切具四种，系为十宗位辨别心所法之变形、别境、善、染污、不定等五位之差别而立者。一切性指善、恶、无记等三性，瑜伽师的论作一切处，亦即三性之处。二一切的指有寻有四谛，无寻为四谛，无寻无四的等三谛。三一切时指自无始以来，凡有心法之时，必相续无之法。四一切具指必定与其他法同时并生之法，如处生时及于色声四者必定同时生起。五位之中，变形具四一切之全部，别境具一切性，一切的善为具一切的，不定为具一切性，染污虽不具四一切之全部，但具大部分。瑜伽师的论卷3 P 1627。47品指法华经28品。法华经乃由7卷28品所成，故有此称。P 1628。四人出现世间经全译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收于大正藏第2册。内容叙述佛陀为波斯匿王说明世间之先丑后妙、先妙后丑、先丑后丑、先妙后妙等4种人形成之前因后果。本经为增译阿含4译断品内一小经之别译单行本。P 1628。4人观世为4种根基不同之人，观世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等3界之时，各有不同之感。
一、凡夫观三界之乐，心生欢喜，游戏其中，而不觉之苦，空等地理。二、声闻、缘觉二圣观三界之苦，犹如火宅，深觉不安。三、菩萨观三界之空缘，想见诸法皆如空花，虚幻不实。四、诸佛观三界，了知一切皆为心识所变现，世间诸物皆为妙明之心。P 1628。四力指促使众生发菩提心之四种力，即自力、他力、因力与方便力。一、菩萨及一切世间之人，不假他人之教戒，自能以精进勇猛之力发菩提心，称为自力。二、若由他人之教戒，或受他人之感动而发菩提心，称为他力。三、若由前世修习大乘之法，依其因力，今生见佛及菩萨探说无上佛道，而发菩提心，称为因力。四、若于现世亲近善之事，闻其善巧方便之说法而发心，称为方便力。又其中因力及自力，方便力及他力，但就人与法而分之。菩萨的持经卷一瑜伽师的论卷35 P 1628。41位，即华严经所说之大乘菩萨修行阶次。菩萨之修行，渐次臻于佛果之阶位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等及等觉等41位。有关菩萨修行之阶次，诸经论所说不一，为十家亦采取41位之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菩萨教化品，则于上记41位之前，别立实性而有51位之说。菩萨因落本业经卷上所说之52位，历来被视为最周全，系于51位之后，即等觉位之后，另加妙觉之位。华严五教章卷2、卷3，华严探玄记卷4，四教义卷5，参阅52位1044，菩萨阶位5221 P 1628。49日，指人死后第49日，即梦中阴之最后一日。又作77日、近7日，梦中阴、中阴满。人死后即刻受身为中阴、中有之身，若身缘为和迷于中有，每隔7日即数死数生，直至第7个7日，即49日，次生之身缘决定，遂转复他身。于此期间，为死者追善供养，祈求冥福，使之获至果报而得往生极乐净土。供养始自第7日，其后每隔7日供养一次，止于第7次。关于中阴追善之说，
诸经论履有记述，我国古来即盛行对心死之亡灵，每隔7日追善供养。由于满7期49之日，更具备圣仪、修、梦中阴法事。又此一风习非仅为我国所有，日本自中古以来亦极盛行。梵网经卷下，灌顶经卷11。瑜伽师的论卷1，大毗婆沙论卷70，世事要览卷下，禅林象气间报导门参阅77斋88中有1017 P 1628。49众如意殿，指兜率天上以如意宝珠铸造之49众宝殿，又称49众摩尼殿。如意梵语 Mai 音译摩尼，故49众如意殿亦即49众摩尼殿。据弥勒上生经载，兜率天上之500亿天子，各由额上出100亿摩尼宝珠，为弥勒菩萨造49层宝殿。经文为大14419上，此摩尼光回旋空中，化为49众微妙宝宫，一一蓝笋万亿梵摩尼宝所共合成。观弥勒上生经书卷下，万续35、369下，49众者，持戒坚牢，功遂众密。P 1629。49院为日本奈良时代法相宗高僧行基于基内所建立之49所寺院。弥勒上生经中大14419上，此摩尼光回旋空中，化为49众微妙宝宫。行基根据此一记载，于基内建49院。此49院中最早之家园寺建于文武天皇庆云元年704。位于和全国，乃行基舍家园之故宅而建寺，其后陆续增建之。据弥勒上生经载，当来成佛之弥勒菩萨居于兜率内院，其院有49众摩尼宝殿，故日本佛教自奈良朝开始在寺院境内仿照兜率天内院之形式，罗列49所小宇，或在墓地上埋设49座苏堵婆，以为的往生兜率天之源。日本曾十分盛行此风，有以平安朝盛行兜率往生信仰之时，此一风尚犹未炽盛。各院均有一定之名称，种子刻在苏堵婆上，或各院一一配以佛菩萨之名。49院之名称相传如下：横说华严院、守护国土院、护护国土院、般若不断院、念佛三昧院、比旦三昧院、修习慈悲院、常念七佛院、正国方等院、常念长乐院、少欲知足院、多闻天王院、地藏十轮院、常念普贤院、精进修行院、常念不动院、
恒修菩萨愿、三说真实愿、展明12愿、如来密藏愿、灌顶道场愿、说法利他愿、常念说因愿、金刚修法愿、法华三昧愿、恒念观音愿、求闻持藏愿、梵世四王愿、弥勒法香愿、施药悲田愿、金刚吉祥愿、念观文殊愿、平等忍辱愿、造像图画愿、安养净土愿、理正天王愿、谈度利益愿、因明修学愿、观虚空藏愿、招提救护愿、为学传法愿、常念持愿、理观药师愿、办行众生愿、供养三宝愿、劳他修福愿、不二净明愿、常行如意愿、常行律仪愿。然49愿之说并非源于印度或我国，恐系日本佛教之古德，如行基等，根据弥勒上生经之说，而权巧方便设立者。P 1629。49僧修药师之法时，造药师7项，每项各供7灯，共49灯，更请僧49人诵读药师经。参阅49灯1630 P 1630。49灯，据药师经所载，修药师之法时，应造药师7项，各供7灯，故有49灯。药师经大14404上49遍读诵此经，然49灯。应造7曲比如来像，一向前各置7灯，一灯亮带如车轮。P 1630。42字门，梵语 Dvcatvriyat ak Aramaka， 乃就梵文42字母而论其各字之义门，此为华严、般若二经所说观字义法门之一。又作悉檀42字门、42字陀罗尼门。据大智度论卷48之说，此42字系一切字之根本，因字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菩萨若闻字，因字乃能了其意。大般若经卷490一位，大7489中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香者，谓诸文字陀罗尼门。何等文字陀罗尼门？谓字平等性，与平等性入诸字门。云何字平等性，与平等性入诸字门？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由是大般若经42字门问字陀罗尼，大般若经卷5广成并以之语例4无畏18部共法等，并称菩萨摩诃萨之摩诃眼大乘。同经卷5 4念处品，并谓若能亲自受持诵读诸字门，为他解说，则可获增强执念之残之愧，坚固心念、智慧开达等20种功德。另据金刚顶经曼殊师利菩萨5字心陀罗尼品载，文殊菩萨之5字陀罗尼阿罗波的那即此42字门之前5字，若能受持此5字陀罗尼者，即可入于如来一切法平等之境，速成摩诃般若。此外，天台宗南岳会司曾着42字门2卷，以品般若经所说之42字门配当菩修行之42阶位。42字门至今虽已不传，然
然后是知天台加油论其旨趣。又大品般若经、救华严经、大放广佛华严经、大智度论等经论所说之42字门，其音义互有出入，兹列表于后。上表之中，大品指大品般若经卷5，大论指大智度论卷48，光赞指光赞般若经卷7，放光指放光般若经卷4，大般指大般若经卷53，卷415、卷490。救华指救华严经卷57，新华指新华严经卷76，行愿指大放广佛华严经卷31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关门指大放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42字关门，大集指大放等大集经卷10，海义指海义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卷12，守护指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3。又除上表所列，就华严经上有破、缩多2字，大集经上有加、智、优、舍、替、修、毗、实、阿、缩、婆等11字，守护经上有色、波罗、梭他等3字。又大品般若经卷5载42字门，其一义之字义如下：一、阿，一切法出不生故；二、罗，一切法离垢故；三、波，一切法第一义故；四、遮，一切法终不可得故，诸法不终不生故；五、那，诸法离明性相不得不失故；六、罗，诸法度世间故，亦爱之因缘灭故；七、陀，诸法善心生物，亦失相故；八、婆，诸法婆自离故；九、图，诸法图自净故；十、杀，诸法六自在王性清净故；11、和，入诸法语言道断故；12、多，入诸法如香不动故；13、业，入诸法如实不生故；14、渣，入诸法制服不可得故；15、加，入诸法作者不可得故；16、缩，入诸法实不可得故，诸法实来转故；17、魔，入诸法我所不可得故；18、加，入诸法去者不可得故；19、他，入诸法度不可得故；念、舍，入诸法身不可得故；念一，入诸法自不可得故；念二、陀，入诸法性不可得故；念三、奢，入诸法定不可得故；念四、去，入诸法虚空不可得故；念五、差，入诸法境不可得故；念六、多，入诸法不可得故；念七、弱，入诸法智不可得故；念八、入诸法自不可得故；念九、婆，入诸法破坏不可得故；萨、车，入诸法欲不可得故，如影无因亦不可得故；萨一、魔，入诸法魔自不可得故；萨二、火，入诸法幻不可得故；萨三、皆，入诸法皆自不可得故；萨四、加，入诸法后不可得故；萨五、
他入诸法处不可得故。萨六拿入诸法不来不去不立不坐不卧故。萨七破入诸法边不可得故。萨八歌入诸法具不可得故。萨九错入诸法错字不可得故。40遮入诸法行不可得故。41入诸法语不可得故。42图入诸法边境故，不终不生故。凡二卷，南北朝会司515、568者，又作42字门义，今已不存。其内容主要说大品般若经所说之42字门，并将42字门配于大乘菩萨修行之42阶位，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著者慧思，世称南岳大师，系天台宗第二祖。另者有42字开义一卷，然亦不存，仅能从各僧传与诸宗章书录卷一等经录之中知其名称、卷数、内容大要而已。续高僧传卷20，景德传灯录卷27，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入唐星球圣教目录 P 1630 42字关门全一卷。唐代不空705、774译，全称为大放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引42字关门。又称入法界品42字关、华严入法界42字关门，收于大正藏第19册。本书系将80华严卷76入法界品中之42字门别出重新翻译，除具出经文与42梵字，并一一解释诸字门外，又述说入此等解脱根本字之时，以42般若波罗蜜为首，复入于无量无数之般若波罗蜜门。书中亦详举受持读诵此等字门，可获增上觉、殊胜位、无碍辩等20种殊胜之功德。参阅42字门1630 P 1634。42品无明，为天台原教所断除之无明。原教菩萨之42阶位中，自初住以上皆未断除无明之位，故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等42阶位中，每阶位各断除一品之无明，总有42品无明。相对者，天台宗别教所立之菩萨52阶位中，断除无明之位未出的以上之位，共有12阶位，即十地、等觉、妙觉、
每阶位各断除一品，故总有12品无名。天台四交遗集注卷下参阅12品无名341 P 1634。42章经全译卷，后汉迦叶摩腾范 K UPMTAGA 主法兰范 Dharmara K 共译，为我国最早翻译之佛教经典，收于大正藏第17册。全经共有42章，故称42章经。每章内容简短扼要，最长者仅100余字，最短者20余字。经中简要说明早期佛教之基本教义，重点在说明沙门之正果、善恶诸业、心正、远离诸欲、人命无常等诸义，阐释出家学道之要义，其说理方式平易简明，为佛教之入门书。关于本经译出之缘由，有数种一说，然历代经录皆以本经为迦叶摩腾及主法兰译出于我国，但考证其译语，有多处不似东汉时所译，且据出三藏记集卷2载，道安所传宗理众经目录中无本经，故本经恐系东晋时代于我国转辑而成。译本甚多，所传版本主要有3种：一、宋藏、元藏、高丽藏所收本，最能保持本经之古形。2、宋朝真宗注本，收于明朝之南藏。3、宋朝守岁注本，为禅宗佛祖3经之一，流传较广。明朝秩序之解了同之补注，道配之指南及清朝续法之书钞等均采用此本。除各种汉译版本外，另有满、蒙、藏、英、法、日等译本。又本经之注书除上记所举外，另有42章经书钞、42章经录等。梁高僧传卷一弘明集卷1，出三藏记集卷6，法经录卷6，古今译经图记卷1，开元释教录卷1，大宋僧史略卷上，佛祖统记卷35，历代三宝记卷4，支那佛教初度年时42章经，望月信亨 P 1634。42贤圣，指大乘菩萨修行阶位中之3贤：10住、10行、10回向、10圣、10德及2圣等觉、妙觉，合称42贤圣。此名称见于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上贤圣名字品。10住指发心住、智的住、修行住、生贵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10行指欢喜行、饶益行、无田恨行、无尽行、离之乱行、善现行、无者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实行。10回向指救护一切众生回向、不坏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至一切处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随顺平等善根回向、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如香回向、无复解脱回向、法界无量回向。10的指逆流欢喜地、倒流离离垢地、流照明地、观明言地、度障难胜地、薄流现前地、过三有远行地、变化身不动地、慧光妙善地、明行足法云地。此外尚有无相无垢的等觉、妙觉者无上的妙觉。又上记菩萨璎珞本业经之42贤圣之说，主要系源自华严经之菩萨皆为说而来者。然菩萨璎珞本业经于42贤圣之后，又列举10心、10性、智慧、
天台家集根据此一记载，成立菩萨52阶位之说。佛教经典成立史论，望月信亨 ，P 1635。48使者，密教之圣君不动明王为守护持法行者，于其左右各现24位鬼王之身，称48使者。其左之行者，代表发心修行之意；右边之行者，代表修果成佛之意。此48位使者，其一义之名、手持器物、形象、颜色等，皆详载于圣君不动48使者秘密成就仪轨之中。又据该仪轨载，此48位使者乃为护持佛法、守护行者之护法鬼神，亦为一切诸佛、菩萨、诸天之方便化身。P 1635。48尊佛为日本法隆寺金堂自古所珍藏之小佛像群，又作48体佛、菊寺48体佛。明治11年1878上献天皇，成为御物。现存52组59尊，因弥陀48愿，故有48尊佛之称。中世时，金堂本有70余尊，其中49尊系一字大和之菊寺。除少数堆起佛，由金属板堆成之佛像与木造佛外，其余皆为飞鸟至天平时期之金铜铸造，样式极多，易于保存。其中3尊附有造像铭文，极其珍贵。P 1635。48智系就12缘起，以四谛观之，所生之48有漏智。12缘起，即是将众生流转生死之因果关系所作之12项分类，无名、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12支。四谛又称四圣谛，乃修习佛道者借以入正的果之4种谛理，即苦、集、灭、道等4种道法，与12缘起同为佛教基本义理之一。今就12缘起之每一支，逐一以四圣谛观之，如就苦谛而观，老死，则未来之老死，即苦谛；老死之极，即极谛；老死之灭，即灭谛；去向老死灭尽之行，即道谛。如是而观，除无明之外，乃至其余之10项，共为44智，另与四谛之4智合之，共为48智。漏为烦恼之一称，上记之48智，尚未能完全断除烦恼之过非，故称有漏智。杂阿含经卷12，长阿含卷10，大圆方便经，大毗婆沙论卷23、卷24，俱舍论卷9，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卷4，
P 1636。48清戒，为往经所说之大乘菩萨戒，系相对于十众戒而立之18种清戒，略称48清，为道俗七众所共同受持。清戒只为防范轻垢罪所制定之戒条，而各种不同之经论亦有依轻垢罪之犯于 UKA， 因意为突击罗，或意为失义罪恶作。此外，诸经典对于清戒数目之记述亦不同。菩萨内戒讲无称义之菩萨戒本，菩萨的持经卷5举出42种，瑜伽师的论卷41举出44种，菩萨善戒举出50种，优婆塞戒经卷3举出25种，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举出38种。其中的持经与师的论善戒经三者所说戒相较为一致，其余则多有出入。自依天台宗智以大师所着《菩萨戒》一书卷下48戒之命名，略示之。一、不净师有戒，又称轻慢师长戒；不净师长戒、净士师长戒，不得骄慢师长戒、净尊长戒。为应谦卑，敬让师长，善友，见上座、和尚、阿舍离、大德、同学、同行、痛见，应礼拜问讯，不生骄慢痴之心。二、饮酒戒，又称不饮酒戒，不得饮酒戒。以饮酒能使人放逸，一生无量之过失，故治此戒。三、食肉戒，又称不食肉戒，不得食肉戒。为不使大慈悲佛性之种子断绝，故不得食用一切肉类。然若身患重病，以之作为药用，则不在此限。四、食五辛戒，又称不辛戒，不得食五辛戒。为禁止食用大蒜、落葱、慈葱、兰葱、辛曲等5种刺激性食物，以免妨碍行持修道。五、不教毁罪戒，又称不举教忏戒、举罪教忏戒、不教毁戒，不得不悔罪。为有过失即应忏悔，否则一发增长其过失。六、不供给请法戒，又称不教请法戒、助不请法戒、供施法戒。不供给不请法戒，不得不供给请法戒。为对于法师、同学等，应殷勤礼拜供养，供给饮食、常作、医药等一切所需，并常闻其说法。七、懈怠不听法戒，又称不听经律戒、不能游学戒、听法资受戒、不听法戒，不得懈怠不听法戒。为不应懈怠于听受经律。八、被带向小戒，又称不被大乘戒，不得被带向小戒，被正向结戒。为不得违背大乘经律，反而受持小乘外道之经律。九、不看病戒，又称不沾病苦戒、沾给病人戒，不得不看病戒。为若见病了，应予护疗养。十、处续杀众生具戒，又称处诛杀具戒、处杀生具戒、不处杀具戒，不得处诛杀具戒。为不得续以刀杖、弓箭、矛斧、罗网等杀生之器具，否则障阻慈悲之行。11、国使戒，又称通国入军戒、通国使命戒、不通国使戒，不得故作国贼戒，即禁止通敌作叛国贼。12、贩戒，又称商词贩卖戒、恼他贩卖戒。不恶贩卖戒，不得作贩卖戒。为禁止盈利、贩卖6处等，否则有损慈悲之心。13、谤毁戒，又称无根谤人、无根谤毁罪，不毁良善戒，不得无根谤毁戒。性指事端毁谤他人。
14. 放火烧戒，又称火损烧戒、放火损身戒、不折放火戒、放火戒、不放火损烧戒，为不妄烧山林及一切有主之物等。15. 辟教戒，又称法化为宗戒、不辟教授戒、不得邪辟教戒，应教化外道、恶人等，使其受持大乘教律。16. 为立道说戒，又称习法归立戒、贪财法戒、无道说法戒、道说法戒、不得习法归立戒。只讲经说法之时，不得为财力之故而颠倒经律文字之真意，以免毁谤佛法僧三宝。17. 世事祈求戒，又称依官强起戒、依事恶戒、恒祈求戒、恶求戒、不得依事祈求戒，为不得为自身财力、名誉之故攀附权势、仗势强取他人财物。18. 无解作施戒，又称无知为施戒、虚伪作施戒、诈作施戒、魔所知为他施戒，不得无知解作施受戒。只为解戒律之因缘者，不得妄作他人之施。19. 两舌戒，又称斗棒七弦戒、斗正两头戒、不斗戒、离间语戒，不得两舌戒，为不得造作离间他人之语。念不行放救戒，又称不能救生戒、不救存亡戒、放救报恩戒、放生戒、不得不救众生苦戒，为见六道众生之苦，与放生救济之。念依田打报仇戒，又称无慈仇怨戒、不忍为犯戒、忍受为犯戒、以报戒，为禁止怨仇报复，否则非但有伤慈人之心，复更冤冤相结，仇怨无穷。念2教不请法戒，又称慢人轻法戒、下心受法戒、教受法戒，为不得自恃聪明、富贵等，而轻慢先学之法事，懈怠于从其资受经律。念3教慢辟说戒，又称轻心求学戒、轻业心学戒、好心教授戒、慢心道说戒，为对于新学者前来咨问经义时，不得轻蔑骄慢之。念4不习学戒，又称甚顺列戒、不专一学习学义道戒，只不学习佛教正法，反而学习义学外道之教法、夷则等，即以违背出离之要道。念5不善合众戒，又称善众物戒、主施一戒、用三宝戒，只为众之主者，应以此心消弭众人之斗争，并善于守护三宝之物。念6独受力养戒，又称呆兵乖士戒、领兵为士戒、主从力戒、不差僧次戒，为若有道之恶僧、先住之旧僧不应独受力养，而应礼拜迎接、供给房舍、卧具、饮食等。念7受别请戒，又称受他别请戒、不受别请戒，为众僧个别受请，则施主不请十方僧，如是亦使施主施平等心功德。念8别请僧戒，又称故别请僧戒、自别请僧戒、别请戒、不别请僧戒，为道菩萨、施主等若斋请僧众，应次第而请，使不失平等心。念9邪命自活戒，又称恶损身戒、邪命养生戒、不作邪命戒，即禁止不由正道而以邪曲方法论，如贩卖女色、占卜吉凶等行之法。萨不敬好食戒，又称为禁行非戒、诈欺身戒、不作邪业戒，止于3月、6斋等，应供神、佛、长老，不行非法邪妄之。萨1不行救赎戒，又称见恶不戒，又尊恶戒赎为戒，为见有外道恶人贩卖菩萨经卷、僧尼，乃至发心修菩萨道之行人，皆尽力赎。萨2损害众生戒，不作非法戒、横取他财戒、不处损害戒、处非法器戒。
系禁止有损慈悲之事，如贩卖刀剑等杀具、蓄养猫狗、因关系事求觅钱财等6事。萨3、邪业绝官戒，又称官听作恶戒、虚作无义戒、不行义戒、斗战嬉戏戒。为斗战、嬉戏、智等有乱正道，皆非正业，故不宜观听。萨4、暂念小乘戒，又称坚持守心戒、退菩提心戒、不念于尘戒、退心戒。为若其念二正外道之心，即未失菩提心，故禁制之。萨5、不发愿戒，又称不发大愿戒、发愿希求戒、不发誓愿戒。为菩萨应经常愿求甚事，若不发愿，则求善之心难遂，故制戒。萨6、不发誓戒，又称起食戒、不生自要戒、做事自要戒、不是坚固心戒、不发大誓戒。为初修行者心意较弱，宜须防范，故须发十大愿，以其戒行清净。若不发十大愿，则犯此戒。萨7、贸然游行戒，又称故入难处戒、随时头陀戒、不入难处戒。为修苦行乃至下作安居，皆不得入虎穴、蛇窟等易涉案之处。萨8、乖尊卑次序戒，又称众生乖一戒、作无次第戒、尊卑次第戒、次第戒。为作位之次第须依尊卑次序，不可乖为一节。萨9、不修福慧戒，又称应讲不讲戒、不行利乐戒、福慧摄人戒、不施受戒。为福慧应并修，除建立僧房、佛塔等，尚须经常读诵、讲说经律，教化众生。40、减则受戒戒，又称受戒非一戒、摄化漏失戒、不则堪受戒、减受戒。为不以恶心、甜心并弃有心受戒者，除犯欺逆罪者外，皆得以导之受戒。41、为立作施戒，又称无德诈施戒、恶求弟子戒、具得作施戒，为受戒。为不得为名闻、利养之故，贪利于弟子，解经律，并为之受戒。42、为恶人说戒戒，又称非处说戒戒、说戒减人戒、言人说戒。恶人，此处只为受菩萨戒者，此种人突然审服生死而为欲佛法僧三宝与木石无异。若于正式受戒之前即预先为其说戒，则恐其将来受戒时心念散漫轻忽，不知因重。43、无残受施戒，又称故毁禁戒戒、故为胜禁戒、不故毁犯戒、破戒受施戒。毁犯正戒而无惭愧心者，与畜生、木头无异，为佛法中之贼，不得受施主供养。44、不供养经典戒，又称不敬经律戒、不重经律戒、供养经典戒、不供养戒。为应受持、诵读、书写、供养经典。45、不化众生戒，又称不化有情戒、悲心倡导戒、不教化众生戒。为应教化一切众生，使其发菩提心，尽受三归十戒。46、说法不如法戒，又称说法观一戒、尽心说法戒。为说法、听法皆一遵照行仪。47、非法制限戒，又称非法立制戒、不立恶制戒、法戒。为说法、听法皆应遵照行仪。非法制限戒，又称非法立制戒、不立恶制戒、骄慢破法戒。为国王、百官不应妄设规定，限制三宝，破灭佛法之戒律。48、破法戒，又称自坏内法戒、自破内法戒、爱护正法戒、破法因缘戒、令他的损恼戒。为僧团之内，若有犯罪者，应依内法惩治，不应向白衣外人说其罪情，令遭王法惩治，否则即犯此戒，有失护法之心。48轻戒与10重禁戒，皆为莲华台藏世界卢舍那佛所说之心地法门。自过去佛为始，乃至三世之诸佛、菩萨等，皆广为念诵，
故国王、百官、群臣、比丘、比丘尼、善男信女等一切大众皆应受持。若常诵读、解说、书写，则得见千佛，生于人道、天中，生生世不堕恶道阿难。又违犯十重境界及构成波罗夷罪，据《鸠摩罗什译之梵网经》卷下第41清戒经文记载，应于佛菩萨形象前忏悔，日夜时诵十重48清戒，礼30千佛。若见佛来摩顶或见光见华等好香，便得灭罪；否则虽行忏悔，亦无济于事。若犯48清戒及构成轻垢罪，应行对手忏悔，便得灭罪。据《况之梵网经书山补》卷下记载，应礼可灭除恶罪之菩萨，真为忏悔主，专心发露忏悔。又据四分结魔之6句忏记载，对1人以上4人以下之修行僧秉承事实，忏悔罪业之法，称为对手忏悔。依罪之轻重决定人数之多少。此外，48清戒之受戒方式又分自誓受、师相受2种，有关之受戒方法、规定等，皆详载于《鸠摩罗什译之梵网经》卷下第23交曼辟说戒之经文中。梵网经菩萨戒本书法藏卷4、卷5、卷6，梵网经菩萨戒本书译记卷下，梵网经古记卷下，梵网菩萨戒本述记卷下，梵网经菩萨戒本书智周卷4，注梵网经卷中卷下，菩萨戒一书抄卷下，天台菩萨戒一书见文卷7，天台菩萨戒一记补皆抄卷下，梵网经菩萨戒本书纪要卷2、卷3，净土教起源及发达 ，P 1636。